白千墨缓缓睁开眼睛，只觉得全身都麻木了，一脸疑惑地四下打量了一眼，目光停留在他旁边一个6、7岁的小男孩身上。小男孩一身白色劲装，头上扎了个冲天马尾，重埋头黑呀黑呀的刨坑，从侧面看长得还挺好看。小男孩的旁边站着一个白胡子、白头发、白眉毛，一身白袍，仙风道骨，一脸慈祥的老头，正看着前方出神。白千墨眨了眨眼睛，一脸懵逼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怎么会看到川谷中的一老一少？师父，到底是什么人这么丧尽天良，把一个3岁的小姑娘扔在这荒郊野外，活活冻死，都没人收尸，太可怜了。唉，谁知道啊？既然咱们师徒遇到了，就当行善，刨个坑，把他埋了，让他入土为安吧。什么玩意儿啊？3岁小姑娘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没看到？白千墨一脸疑惑，吃力的缓缓欠起上半身，首先看到的就是自己那短短几寸的小短腿儿，再看看自己的身体，自己的手，瞬间如遭雷击。我他妈的怎么原地缩小了？不会吧？挨一枪就原地缩小？我操！我去你姥姥的皮丫蛋，简直离了个大谱啊！哎，等等，我不是死了吗？怎么还缩小了？又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请问这是哪儿？哎呀，师父，这诈尸了！我他妈的是活人！刚才明明检查过，这小丫头已经死了呀，死的不能再死了，这咋还起来了？不会真的是诈尸了吧？他奶奶的，活了都快100年了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诈尸，还得想办法把这尸体弄回去，好好研究研究。晨儿，你去那边看看，为师把这具尸体弄回去，好好研究研究。都死了还能诈尸，太奇怪了。这说的是我吗？你们好，请问这是哪里？这也不像是诈尸呀，诈尸没听说过尸体还会说话，会眨眼睛的。难道刚才检查错了？这里是京城郊外，你是谁？怎么会被活活冻死在这里？你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？怎么突然起来了？活活冻死在京城郊外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不过我确定我没死。妈蛋的，怎么还说话大舌头啊？难道我穿越了？老天爷啊！你让我穿越也就算了，但你起码让我穿越成能自力更生的大人行不行啊？你让我穿越成3岁幼崽，我他妈的能出去打工养活我自己吗？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先把眼前这2个误以为我是诈尸的一老一少糊弄过去再说吧。师父，他真的没死啊？您刚才是不是检查错了？为师不可能检查错呀，身体都冻僵了，这咋还活过来了呢？小丫头，你家在哪儿？怎么会有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外？自己的父亲远赴边境支援，母亲又软弱，这小身体才3岁，如果实话实说会被送回去，说不定还得交那死老太婆的毒手，绝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我不知道，我不记得了。
这小丫头才3岁的样子，能指望她记得什么呢？哦，那你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吗？白阡陌假装努力回想，然后一脸茫然的摇头。那你记得什么？白阡陌继续摇头。完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看来只能先把她带回去，再慢慢帮她找家人。师傅，他冻伤了，先把他带回去治疗一下再说。老头上前给白阡陌重新检查了一遍，发现白阡陌全身多处冻伤，能欠起上半身已经是奇迹了。老头抱起白阡陌，带着叶慕辰往京城走去。小呆呆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叶慕辰，你叫什么呀？哦，抱歉，我忘了你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得想办法弄清楚这具身体到底是什么原因说话大舌头，吐字不清的说话，连我听着都难受。虽然这具身体才3岁，总不能一直这样吐字不清吧。逐渐恢复知觉的白阡陌感觉全身哪儿都疼，疼得他小眉头紧紧皱起，却咬着下唇强忍着疼痛。老头心里默默叹了一口气，这孩子才3岁，明明感觉到疼了，却还咬牙强忍着。以前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才会让年仅3岁的你疼了都不吭声啊？白阡陌再次醒来时已是晚饭时分，他睁开眼睛，床前围着一大堆人，正一脸探究地看着他。孩子别怕，你现在还不能起来，饿了吗？想吃点什么？这是哪？这里是摄政王府，别害怕，你在这里很安全。小妹妹别害怕哦，这里是我家，这位是我的母妃，这位是我的父王，这是我大哥。叶慕辰把守着床前的人都介绍了个遍。白阡陌看着这一大家子人，不知道要如何开口。虽然灵魂18岁，但这副小身体才3岁，不能表现得太成熟。但不可否认，这一大家子人长得都很好看啊，男的帅，女的美，性格嘛还不清楚。但除了丫鬟，怎么就一个女人呢？阳盛阴衰啊！你们好。小妹妹，你可是我捡回来的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妹妹了。我在家排行老7，你就是小老8了，快叫7哥。这就给我安排啦。小丫头，你还记得你的父母是谁吗？我不记得了。不记得就算了，以后你就在王府住下，什么时候想起来了，本王再送你去找你的父母。父王，小妹妹能不能一直留在王府？这样您和母妃就不用给我生妹妹了。可是小妹妹也有她自己的父母啊，她不见了，她的父母也会担心她的。我看未必，她的父母要是真的担心她，她为何会一个人在荒郊野外差点冻死？父王，我明日去查一下，看看是谁家的孩子丢了。能不查吗？摄政王府想在京城查一个丢失的孩子，简直易如反掌。不要那么快回去啊！哎呦，别这么小气嘛！我这么小又吃不了多少，等我的伤好了再走行不行啊？查出来跟他的父母说一声就行。这孩子伤得很重，就让他留在王府养伤，等伤好了再送他回去。是母妃，他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查明他的身份？没有，不过给他洗澡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左手手腕上有一个鸟蛋大小的金色莲花印记。那你金色莲花印记？原主的记忆里根本就没有莲花印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见白阡陌呆呆的，秦若霜也不指望一个3岁的孩子能和他们聊什么，干脆让丫鬟端来一碗粥，喂给白阡陌喝下。喝完粥没过多久，丫鬟又端来一碗黑乎乎的药汁给白阡陌喝了下去。白阡陌被裹成了粽子，也不方便下床行动，只能躺在床上养伤。半夜，白阡陌毫无征兆地发起了高烧，彻底陷入了昏迷中。
睡梦中，他回到了现代，回到他和干妈住的别墅里。早在出国前，他就把爷爷留给他的医书、银针、药材等全都搬到了别墅中。如今再回来，只能是在梦里。他去了一趟书房，看着爷爷留给他的医书，黯然神伤。唉，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梦到这个地方。想到此，他每个房间都去转了一圈，还去了地下车库和干妈的武器库，整个别墅都逛了一圈。他又去干妈那私人医生的诊所，把整个诊所都搬到了别墅，这才恋恋不舍地来到别墅门外，看着整栋别墅出神。而白切莫不知道的是，他半夜突然高烧，把整个摄政王府的人急得鸡飞狗跳。骆九婴用尽了各种办法，都没能让他退烧。这会儿天都大亮了，小丫头还是高烧不退，老头急得嘴唇都起泡了。从医这么多年，他还从未遇到过如此棘手的高热，他都有点怀疑人生了。在整个南燕国，骆九婴的医术他敢称第二，就没人敢称第一。可这一晚上过去，小丫头还没有完全的退烧的迹象，连续烧了3天。摄政王夫妻和骆九婴都熬成了兔子眼睛，白阡陌却奇迹般的退烧了。骆九婴都不知道到底是这个小丫头的自愈能力强，还是自己的药起了作用。退烧就那么突然，白阡陌睁开眼睛，看到的就是摄政王一家和骆九婴通红的双眼和焦急的神色。这就是被人担忧牵挂的感觉。白阡陌满眼感动。上一世，除了爷爷奶奶和干妈，没有人担忧过他，没有人牵挂过他。没想到穿越到这一世，居然被一家毫无关系陌生人担忧牵挂，想不感动都难。孩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哪儿不舒服吗？我没有不舒服，谢谢你们。骆九婴赶紧给白阡陌检查，片刻之后，他不可思议地瞪大双眼。秦若霜皱起眉头：“骆老哥，怎么了？”“好了，全好了。太不可思议了，他居然发烧3天，身体就完全恢复了。”“骆老哥，你们先出去，我给这孩子检查一下身上冻伤的地方。”“哼，我去叫丫鬟送热水过来，再派人去给孩子买几身衣服。你先给他检查洗漱一下。”秦若霜点了点头，等叶楚风他们出去后，他便开始解开白阡陌身上的绷带。白阡陌的肌肤一点点暴露出来，粉嫩粉嫩的，一点也不像刚被冻伤的样子。秦若霜越解眼睛瞪得越大，等白阡陌身上的绑带全部解开，秦若霜连嘴巴都能张得能塞进一颗鸭蛋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白阡陌看着秦若霜一脸活见鬼的表情，还以为自己毁容了，吓得他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，一丝不挂的就跑到梳妆台前去照镜子。这一看，他瞬间笑了。小小的鹅蛋脸上没多少肉，皮肤粉嫩细腻，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布灵布灵的，长长的睫毛就像2把小刷子，小鼻梁小巧挺直，小嘴巴就跟蚕豆米似的，小脸上还有2个深深的梨窝，简直太好看太可爱了。王妃娘娘，热水准备好了。孩子，别害怕，我抱你去洗澡。多谢王妃娘娘，我可以自己洗。白阡陌说完，自己跳下床，光着小脚丫就跑到大盆边，抬脚进入大盆里泡着。看着懂事的小丫头，秦若霜笑得极其温柔，走过去蹲下身子，拿起盆边上的毛巾给白阡陌擦洗身子。刚洗完澡钻进被窝里，一名小丫鬟就捧着一套红色的衣裙进来。秦若霜亲手帮白阡陌穿好衣服，又亲手给白阡陌梳头。白阡陌的头发实在太少，怎么梳也梳不出好看的发型。王妃娘娘，你能帮我把头发剃了吗？剃个小光头。为何要剃成小光头？我头发太少了，多剃几次应该能长好一些。又不是小尼姑，怎么可以剃光头呢？孩子，先别忙着剃头发，我去问问骆大夫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，能让你的头发长多一些。剃了吧，想让他的头发多长一些，
也得先剃成小光头，老夫再配一些药液给他，每天擦头皮，过个1年半载，他的头发就会又浓又密了。虽然小丫头现在还小，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背着人家的父母，把一个漂亮可爱的小丫头剃成小光头，真的合适吗？就在秦若霜犹豫的时候，白阡陌已经拿起一旁的剪刀，咔嚓一声，把那还没有耗子尾巴粗的头发给剪了。白阡陌继续把自己的头发剪得跟狗啃的一样，这回不剃光头都不行了。不，孩儿和二弟已经查出来了，小妹妹是白将军的小女儿白阡陌。由于将军夫人受了风寒，病得有些严重，白老夫人就将小妹妹送到郊外去，故意遗弃她。啊，没错，孩儿打听了一下，将军夫人的病现在都还没好，白老夫人根本就不给将军夫人请大夫，她巴不得将军夫人病逝，好让白将军续弦，给白家生个儿子。这个白老夫人小孙子都想得魔怔了，对儿媳见死不救，甚至连自己的亲孙女都下得去手，简直没人性啊！父王，现在该如何是好？如果把小师妹送回将军府，恐怕她撑不到白将军回来，就会被白老夫人给害死。小丫头暂时留在王府，等她父亲回来再说。好不容易将她救回来，总不能再把她送进狼窝。灵儿，照顾好小丫头，不能让她在王府受任何委屈。是。走吧，去用膳。你们只需要照顾好小丫头就行，其他的事情父王会去处理。是。与此同时，摄政王妃正牵着白阡陌的小手往正厅走去，刚出门就遇到了火急火燎跑过来的叶慕辰。叶慕辰一看到白阡陌顶着个小光头，瞬间瞪大眼睛，一脸活见鬼的表情。小妹妹，你的头发呢？我自己剃了，头发太少不好看。可你是女孩子呀，怎么可以剃成光头呢？再说了，现在这么冷的天，你把头发剃了，脑袋不冷吗？没关系，我还小，不怕丑，过几个月就长出来了。好了，先吃饭，吃完饭你带妹妹去弄那个什么三角巾，她还小，你得好好带她，知道吗？母妃，我知道，好不容易捡个妹妹回来，我会把她当成亲妹妹看的。三人坐下没多大一会儿，叶楚风和他的几个儿子来到了饭厅，除了秦若霜，其他人目光如刀，全都冷飕飕地看向叶慕辰。除了这个调皮捣蛋的叶慕辰，他们实在想不出来谁有这个胆子把这么可爱的小丫头头发给剃光。叶慕辰吓得瞬间炸毛，赶紧摇头摆手解释：不是我干的，是小妹妹自己剃的。妹妹那么小，她自己能把自己的头发剃得那么干净？我也不能啊，我不是专业的剃头匠。这回真不是陈儿干的，丫头的头发又少又黄，陆老哥说把头发剃了擦药液，1年半载后丫头的头发就会又浓又密，是丫头自己剪掉，陆老哥剃的。叶楚风眨眨眼睛，叶慕辰的哥哥们也松了一口气，不是老七干的就好。小丫头在家被祖母欺负，来到王府还被欺负，那就太说不过去了。看着五官精致的白阡陌，叶楚风这个盼了10几年也盼不到一个女儿的大男人，心里软成一滩水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好想要个贴心小棉袄呀！几个哥哥看着乖巧可爱的白阡陌，这要是他们的亲妹妹该有多好。叶慕辰那臭小子整天只知道调皮捣蛋，一点都不管，可不可以把这个弟弟和眼前的小妹妹换一下啊？尤其是叶慕辰和叶慕南，他们知道白阡陌被自己的亲祖母遗弃，差点冻死在郊外，强烈的保护欲就蹭蹭蹭的往上涨。叶楚风的书房里，秦若霜坐在叶楚风的对面，听着叶楚风给他讲述白阡陌的身世。你说什么？他被自己的亲祖母带到郊外去故意遗弃，太没有人性了！哼，他白老夫人不要本妃要，正好本妃就缺个女儿，等以后丫头长大了，有那老太婆后悔的时候。双儿，你想如何做？
我要收木儿丫头当义女。叶楚风一听，眼睛也瞬间亮了起来。现在就想体验一下有个贴心小棉袄是什么感觉。走吧，咱们现在就去问问小丫头愿不愿意叫本王一声义父。看把你急的，现在白将军不在，就算小丫头不愿意，咱们也不能把她送回将军府，不是？爱妃说的对，不过本王有点贪心，就想要个女儿。其实我也贪心，我也想要个女儿，都盼了10几年了。夫妻俩刚出门，就看到骆九婴手里拿了个瓷瓶，往白阡陌的房间方向走去。多老哥，王爷有何吩咐？多老哥，你这是要去给那小丫头送药？没错，这是老夫给小丫头配的养发固发药液。王爷，老夫想收那小丫头当关门弟子，那小丫头骨骼清奇，是个练武的好苗子，将来成就不比老夫差呀。然后呢？你这是要跟本王抢女儿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只是叫骆老头师傅，叫本王还得叫义父。女儿还是女儿，只要那丫头愿意，你想收她当徒弟，本王没意见。不过今晚你得和本王出去一趟。骆九婴一脸疑惑，去何处？白将军府。小丫头的母亲病得有些严重，你帮忙去看看，最好别让白老夫人发现。看个病而已，为何不能让白老夫人发现？小丫头是被白老夫人故意遗弃的，那老太婆甚至希望将军夫人病故，她好安排白将军续弦，继续给她生孙子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老夫明白了。我也去，我得去劝劝将军夫人，人善被人欺，得让她知道懦弱的后果。骆九婴和叶楚风突然看向不远处的一根柱子，叶楚风问：谁在那边？白阡陌和叶慕辰的小脑袋从柱子后面探了出来，叶楚风心里一咯噔。小丫头不会听到她是被自己的亲祖母遗弃了的吧？王爷，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回去看看我母亲吗？孩子，你都想起来了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叫白阡陌，是白将军的小女儿，是我的祖母把我骗去郊外的。孩子，别难过，你的祖母不要你，我要你，在王府没有人敢欺负你。妹妹，我七哥保护你，谁敢欺负你，七哥就跟谁拼命。我不难过，我也不需要祖母，我只是担心母亲的病情。丫头，你可愿拜老夫为师？老夫的一身医术和武术都传授于你。白阡陌瞪大双眼，医术自己本就会一些，能有个师傅，那进步就更快了。至于武术，虽然自己也会一些格斗技巧，但来到这古代，能有点自保能力，谁不愿意啊？何况这老头一看就是个非常牛逼的高手，当然求之不得了。白阡陌正想跪下拜师，叶楚风开口：小丫头，你可愿认本王为义父？你祖母不要你，我们要你，当本王的义女，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。快答应啊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八妹了，我有妹妹了，嘿嘿，好开心。我愿意。呀呼，我有妹妹了，我要去告诉哥哥们，让他们准备给妹妹的礼物。叶慕辰说完，转身就一蹦三跳的去找他的6个哥哥。叶楚风摇头轻笑，他的7个儿子都希望能有个妹妹，这下好了，愿望实现了。骆九婴将小瓷瓶塞进了秦若霜手里。王妃，这药液涂在头皮上，轻轻揉按，帮助药液吸收就行。我去准备拜师大典，3日后举行拜师礼。我去准备宴请宾客，3日后正式收丫头当义女。这么着急的吗？
走，义母给你涂药液去。义母，我可以自己涂哦，您去忙吧。见王妃一脸的不信，白阡陌打开小瓷瓶，取下头上的三角巾，将药液倒一点在手心里，开始往自己的小光头上涂抹药液，小手指还灵活的给头皮按摩，帮助药液吸收。还真会呀。义母，您去忙吧，我可以自己涂。那好吧，你别涂太多，我晚点再过来。他得去安排人给小丫头做几套漂亮的衣裙，好不容易有个女儿，可不能让小丫头受委屈。白阡陌笑着点头。义母，您去忙吧，我有点困了，涂完药液就睡觉，不会乱跑的。秦若霜离开后，白阡陌擦完药液，关上房门，掀起了袖口，看向手腕上的金色莲花印记。莲花印记栩栩如生，非常漂亮。他努力在脑海中搜寻原主的记忆，可就是搜不到关于莲花印记的记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是原主没有发现吗？应该不太可能啊。他那一双漂亮灵动的大眼睛盯着金色莲花看了许久，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，伸出手指摸了摸金色莲花印记，下一秒他手指缩回，瞬间呆住。难道自己产生幻觉了？否则怎么可能眼前会浮现出前世干妈那套别墅呢？白阡陌不确定地再次伸出右手食指触碰莲花印记，那套大别墅再次浮现在他的眼前。 Oh my god， 又出现了，这不会就是小说里说的空间吧？白阡陌赶紧试试能不能从别墅里取出东西来，脑子里想着电视遥控器，下一秒遥控器还真就凭空出现在他的手上。他又试了试取别的东西，百试百灵，只要手触摸到金色莲花印记，他就能将整个别墅里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。当他看到那些他睡梦中放进别墅里的那些东西时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做梦放进去的东西居然都在，这也行啊？这要是能进去就好了。刚这么想着，下一秒他就出现在别墅大厅里。哇，真的进来了！老天对我不薄啊，居然也给我安排了金手指。白阡陌心里高兴，但也没有忘记此时身在摄政王府，担心有人来找他找不到。他赶紧离开别墅，回到房间里。白阡陌嘴角含笑，右手摸上了金色莲花印记，一脸兴奋地查看着别墅里的物品，甚至不停地练习从别墅里取东西。他欣喜地发现，别墅里的东西拿掉之后还会自动补齐，这功能强大，简直太爽了。白阡陌明白了，哦，金色莲花印记原来就是空间媒介啊！改天找个机会，他自己剪一个蛇系带，把自己的大舌头给治疗一下，等头发重新长出来，就更加完美了。到了晚上，夜深人静之时，叶楚风夫妻和骆九婴带着白阡陌出了王府大门。叶楚风抱起白阡陌和骆九婴、秦若霜，一起运气轻功往将军府方向飞掠。白阡陌瞪大双眼，嘴巴张成了 O 字形，这就是电视上看到的飞檐走壁啊！原来他自己即将认的义父义母和师傅还是这么厉害的武林高手。来到将军府外，骆九婴悄无声息地将将军府的护卫全都敲晕，重新来到了叶楚风的身边。王爷，都打晕了，咱们进去吧。丫头，你母亲在哪个房间？白阡陌往自己的左手边一指。娜姐，我先进去，你们等会儿再进来。两个男人同时点头。秦若霜接过白阡陌，抱着他进入房间。白阡陌迈开小短腿儿，跑到将军夫人聂文静的床边，小声呼唤：母亲，母亲，你醒醒，莫儿回来了。聂文静听到白阡陌的声音，猛地睁开了眼睛。3天了，他已经3天没有见到墨儿了。嘘，母亲不可以叫啊。白夫人，你不要声张，我带你女儿来见你，
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聂文静点了点头，她已经认出来了，眼前这个气质非凡的女人是摄政王妃。刚想下床行礼，就被秦若霜拦住。秦若霜转头打开房门，让叶楚风和骆九英进入房间。三人来到聂文静的床前，聂文静已经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将白阡陌紧紧地搂在怀里。聂文静心有余悸，墨儿，你这几天去了哪儿？你怎么可以到处乱跑呢？母亲身体不适，你就不能好好在家里待着吗？母亲，我没有乱跑。白夫人，你可知墨儿差点冻死在郊外，而且不是他乱跑，而是被他的祖母带到郊外故意丢弃。若不是骆大夫和本妃的小儿子把他救回来，墨儿哪还有命在？聂文静一脸不可思议的瞪大双眼，双眼泛红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是本王的2个儿子调查出来的结果。白老夫人带着墨儿从城门口出去，之后独自回来，城门口的士兵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他怎么可以这样？就算墨儿说话不清晰，可以是他的亲孙女，他怎么能如此狠心？这就是你懦弱的后果。如果你以后还是这么懦弱，你失去的就不仅仅是女儿，还有你的夫君，甚至还有你的命。白夫人，这么多年白老夫人的态度你还不明白吗？她巴不得你和你的女儿早死，她才好逼白将军续弦。你都病了多少天了，她有派人给你找过大夫吗？就算你派丫鬟去请大夫，大夫请来了吗？你可有想过，你若是死了，你的女儿该怎么在将军府生活下去？懦弱只会让你失去一切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聂文静如同五雷轰顶，秦若霜的话虽然字字诛心，可也是血淋淋的事实。多谢王妃娘娘指点，臣妇知道该如何做了。以后谁也别想欺负臣妇的女儿。你能明白就好。本王决定收墨儿为义，以后他就留在王府。你想念他，随时都可以去看望他。在白将军回来之前，墨儿由本王来守护。这位是骆大夫，让他给你诊治一下，你尽快把身体养好，以后才能保护你想要保护的人。多谢王爷。骆九英上前一步，给聂文静把脉检查，然后取出3颗药丸给他。这3颗药丸每隔3个时辰服用1颗，你的病就能彻底康复。好，多谢骆大夫。白夫人，3日后本王将正式任墨儿为义。明日本王会派人送来请柬，会单独给你1份。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本王的义女是你的小女儿，本王倒要看看白老夫人会有何反应。是，臣妇明白。母亲，我会让祖母后悔她对我们娘俩所做的一切，但你必须强硬起来，保护好你自己。以后我会跟着义父、义母和师傅学习本事，回来看您的时间会很少，但您不用担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好，你跟着王爷王妃，母亲放心的很。回去吧，3日后母亲会去王府看你的。叶楚风一手抱起白阡陌，一手牵着秦若霜，说了句白夫人保重，便带着骆九英离开了将军府。回到王府，叶楚风将白阡陌送回房间。秦若霜刚想吩咐丫鬟陪着白阡陌，就被白阡陌拒绝。义母，我可以自己睡。那你确定不需要丫鬟陪着你？你不会害怕吗？我确定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能照顾好自己，也不会害怕。那好吧，你赶快睡觉，我和你义父就先回去了。义父义母晚安。白阡陌说完，就自己进入房间，把门关上，脱了外套就躺到床上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白阡陌睁开眼睛，确定门口没有任何人，他便进入金莲空间。准备好手术用具后，白阡陌对着镜子给自己打了局部麻醉。
等麻醉起作用后，他用剪刀直接剪掉了薄膜，使舌系带延长，让舌尖移动更自由。整个手术用了不到1炷香的时间。收拾好手术用具，白千墨出了空间，躺在床上美美的睡了一觉。翌日，白千墨早早的醒来，对着镜子检查了一下伤口，没什么问题后便打开房门。一名小丫鬟已经准备好了洗漱用水，等在房门口。白千墨用淡盐水漱口后洗了把脸，喝了一杯温水，便跟着丫鬟去用早餐。早餐非常丰盛，但昨晚才剪了舌系带，他只能吃一点流食。喝一碗稀粥后，白千墨便不再吃任何东西。墨儿，你怎么只喝一点稀粥啊？还有那么多好吃的，赶快多吃点。啊，姨母，我这2天只能吃点流食，我的嘴巴里受伤了。怎么伤的？我自己弄伤的，过2天就好了，姨母不用担心。秦若霜微微一怔，她注意到了小丫头说话吐字清晰多了。她扭头吩咐丫鬟：“这2天给小小姐多煮点粥。”是，王妃娘娘。吃完早餐，叶慕辰和几个哥哥都给白千墨送了礼物，有风筝、泥轿轿、9连环等各种小玩意儿。白千墨也记住了几个哥哥的名字：大哥叶慕林、2哥叶慕南、3哥叶慕西、4哥叶慕阳、5哥叶慕谦、6哥叶慕渊、7哥叶慕辰。这一天，白老夫人早早的起来，吩咐丫鬟把白千墨的3个姐姐仔细打扮一番，准备带着他们一起去赴宴。就在白老夫人高高兴兴的拿着请柬，带着3个孙女儿准备出门时，就看到精心打扮过的聂文静，一身华贵的衣裙也准备出门。聂氏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儿不在京城，你打扮成这副模样，是打算出去勾引野男人吗？母亲，儿媳会不会勾引野男人，您不知道吗？还请您说话为自己积点口德。儿媳可是受摄政王邀请去参加王爷的家宴。白老夫人后背一僵，这是自打聂文静进门第一次顶撞她，说话还不留情面。哼，你长本事了是吧？竟然如此和为娘说话，谁允许你出去的？给我滚回去面壁思过！是王爷邀请儿媳妇去的呀。母亲，儿媳没做错什么事吧？为何要面壁思过？敢问母亲，儿媳该思何人之过？来人，把聂氏给老身关进柴房，没有老身的吩咐，谁都不许放他出来。我看谁敢。母亲，就算你不承认，儿媳也是俊宏明媒正娶的将军夫人，把儿媳关到柴房，这事儿要是让摄政王知道了，不知俊宏的大将军职位会不会受到威胁。您别忘了，儿媳的请柬，摄政王可是单独给的。白老夫人一听，脖子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扼住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冷哼一声后，白老夫人带着3个孙女儿出了门。聂文静看着3个女儿的背影，眼里闪过一抹无奈。3个女儿从小被老夫人教导的与聂文静不亲近，甚至见到她这个母亲连招呼都不愿意打。王妃说的对，再懦弱下去，我自己失去的就不仅仅是我女儿了。酉时刚到，收义女的仪式正式开始。叶楚风和秦若霜威严地坐在正堂中，叶楚风的旁边是当今皇上和皇后，皇上是叶楚风一母同胞的皇兄，皇帝收义女，他这个皇兄自然要出席。秦若霜的身边却是太上皇和太后，而太后的旁边赫然端坐着聂文静。众人看到聂文静居然端坐在太后身边，全都是一脸不敢置信。他凭什么？然而很快他们就知道凭什么了。叶慕辰牵着白千墨的小手，身后跟着6个哥哥，一步步来到正厅。
前来参加家宴的众人见到叶慕辰牵着白阡陌，全都瞪大双眼。白老夫人在看清楚白阡陌的小脸时，瞬间如遭雷击，瞪大双眼，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叶慕林轻轻推了一下白阡陌：“八妹，去吧，给父王母妃磕个头，以后你就是我们王府的八小姐了。”白阡陌乖巧地上前2步，跪在丫鬟早已准备好的蒲团上，恭恭敬敬地3叩9拜，嘴里喊着义父义母。好，本王也有女儿了。孩子，以后呀，叫父王母妃就行。快给你黄伯伯和黄伯母磕头，还有你的皇祖父、皇祖母。是父王。侄女拜见黄伯伯、黄伯母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乖巧懂事的小丫头。皇帝，恭喜你了。孙女给皇祖父、皇祖母请安，皇祖父、皇祖母万福金安。起来吧。等一下，王爷，您不能收这丫头为义女。为何？这丫头说话吐字不清，而且不听话，总是闯祸。王爷，您想收义女，可以考虑一下老身的另外3个孙女儿，她们都听话懂事，不会给王爷招惹麻烦。是吗？白老夫人认得本王的义女，你怎知她说话不清晰，还不听话的？她是老身的小孙女儿啊。墨儿，她是你的祖母？不是，我只有父亲和母亲，没有祖母。你个小白眼狼，连自己的祖母都不认了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拜托，是你先不认我的，你别大打一耙行不行啊？老身怎么就不认你了？哼，老夫人，我调查的结果是，你把我的妹妹骗到荒郊野外遗弃，在荒郊野外差点冻死，是我的七弟和骆大夫把她救回来的。你若真认她是你的孙女，为何要把她骗到荒郊野外去扔了？他是如何查到的呀？难不成是这个小贱蹄子说的？他才3岁，怎么能说得清楚啊？白老夫人，你这是健忘了吗？要不要我把你骗我到郊外给母亲找药材，然后把我扔在荒郊野岭的经过当着大家的面说一遍？你少胡说八道，老身什么时候骗你去荒郊野岭了？白老夫人还真是健忘，几个月前，城门口的士兵可是亲口告诉我，是你带着墨儿妹妹出了京城，回来的时候却只有你自己，证据我都还留着。白老夫人，你要亲自过目吗？此时前来参加家宴的达官贵人全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白老夫人，甚至开始窃窃私语。天哪，连自己的亲孙女都能下得去手，这还是人吗？听说这老太婆可凶了，那聂氏自从嫁给白将军，哪有一点将军夫人的样子，都被这老太婆欺负的连个下人都不如。我还听说他巴不得把将军夫人弄死，好让白将军续弦，给他生孙子呢。有个这么恶毒的婆婆，谁敢嫁给他儿子呀？哎呦，可不是嘛，连亲孙女儿都下得去手，嫁进将军府岂不是自己找死吗？说不定啊，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哎。四妹妹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污蔑祖母呢？母亲身体不好，平时都是祖母照顾我们，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？母亲为何身体不好？大姐姐，你是真的不知道吗？要不是你的好祖母每天羞辱谩骂，每天处处针对，母亲的身体能不好吗？这才几天不见，这小贱蹄子说话不仅没有大舌头，还表达得如此清晰流畅。这真是一个3岁孩童能说出来的话？哼，3岁孩童不应该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表达
还不明白吗？哼，好家伙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教了他。四妹妹，你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不能听别人教你什么你就说什么。祖母辛辛苦苦的把我们姐妹养大，那些伤害祖母的话你可不能再说了，祖母会伤心的。哦，是你们祖母把你们养大的，那你们确实应该好好报答你们的祖母。就是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你们祖母生的，还是你们的母亲生的？当然是母亲生的。那你们的母亲病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可有问候过你们的母亲？你们的祖母针对你们母亲的时候，你们又在哪儿？可有为你们的母亲鸣过不平？你们的母亲就坐在这里，你们可有问候过她一句，或者看她一眼？就你这样的不孝女，也配说是你母亲生的？哼，白老夫人，这就是你说的乖巧懂事的孙女，连自己母亲都不认，本王可不敢收为义女，本王也怕引狼入室啊。摄政王夫妻、皇上、皇后和太上皇、太后都送了白阡陌不少价值不菲的礼物，看得白老夫人心肝都在打颤。白阡陌的3个姐姐更是羡慕嫉妒恨，恨不得上前把白阡陌的礼物都抢过来。收义女的仪式完成后，王府的下人立马搬来骆九婴早已准备好的香案，准备拜师仪式。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儿3拜。师父请用茶。好徒儿，以后你就是老夫的关门弟子。老夫的规矩不多，只需要你认真学习医术，造福苍生，好好学习武功，能保护自己就行。锄强扶弱的事情交给你的师兄就行。是，师父，徒儿记住了。好孩儿，明天为师会给你准备一个药箱，至于武器，等为师教你入门后，你喜欢什么武器再跟为师说，为师再给你挑趁手的。不过今日为师会送你一把龙鳞寒笔，你收好。骆九婴说着，从后腰取出匕首，递给白阡陌。多谢师父。各位，今日是本王收义女准备的家宴，大家都入席吧。白老夫人想再说点什么，可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，只能满眼恨意地看向聂文静和白阡陌。白阡陌冷冷地瞥了一眼白老夫人，拉着聂文静的手说道：母亲，咱们去吃饭吧。聂文静看向其他3个女儿，白阡陌凑近聂文静的耳朵小声说道：母亲不用担心，3个姐姐只是被白老夫人养歪了，咱们慢慢的把她们掰正就行，但此事不能心急，得慢慢来。母亲，青儿，说我这个母亲对你来说可有可无，但你还是别勉强自己，跟你祖母回去吧。3姐妹在白老夫人的带领下，一步3回头的往王府大门口走去。哼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老太婆你给我等着，我母亲拼了命生的孩子，可不能让你给祸害了。你们3个怎么就那么没用啊？这么好的机会居然都没能把握住。能成为骆大夫的徒弟都是多大的殊荣，更何况还是摄政王的义女。老身每天教你们那么多，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啊！就算成不了摄政王的义女，能让王爷的7个儿子多看你们几眼，你们将来还愁没有好日子过吗？啊，没用的东西！这话说的，你有用，咋还连饭都没蹭上一口呢？就灰溜溜的出去了呢？白芊芊3姐妹低着头，一句话也不敢说，一路跟在白老夫人的身后，听着她骂骂咧咧的回家。而摄政王府却热闹非凡，作为今天的主角，白阡陌风光无限，家宴一直到很晚才结束。家宴结束后，叶楚风派护卫将聂文静送回将军府。躲在窗户边的白老夫人看到王府的护卫将聂文静送回来，
气得他差点原地升天。这个贱人肯定早就知道了摄政王要收的义女是他的小女儿，否则他怎么敢顶撞我？但自从聂氏受了风寒，就没出过大门一步。他到底是如何知晓的？翌日，用过早餐后，骆九婴就带着白阡陌和叶慕辰去了他的房间，准备先教白阡陌认字。白阡陌额头划下3条黑线，3岁孩童认字都是从最简单的开始教，学认那些简单的字，简直就是浪费时间。师傅，您可不可以先教我功夫，认字我晚上再学？好，那为师就先教你内功心法口诀，先把心法口诀记下来，为师再教你如何练功。白阡陌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瞬间发亮，点头如捣蒜。骆九婴教了一遍之后，开口对白阡陌说道：丫头，你先把心法口诀记熟，哪儿不记得就问你七哥，等你记熟了，为师再教你内功运行路线。师傅，我已经记住了，您现在教吧。真的记住了？你背一遍给为师听听。骆九婴一脸不可思议地说。白阡陌也不废话，张口就把内功心法背了一遍，一字不差。骆九婴和叶慕辰瞪大双眼，这小丫头真的才3岁吗？好啊，丫头，来，为师开始教你入门功夫。师傅，那徒儿呢？你自己去后院练2遍剑法，练完自己看医书去。是。叶慕辰出去后，骆九婴把内力运行路线跟白阡陌说了一遍，便守着他，让他自己慢慢领悟，不懂的可以随时问他。反正一时半会儿白阡陌也不可能练出内力，靠自己练出内力，最有天赋的天才最快也需要1年半载。白阡陌的领悟能力极强，但想要练出内力也并非易事。领悟了一早上，每个字都领悟通了，可就是没有一丁点的内力。用过午膳后，骆九婴便要求白阡陌学习认字。白阡陌笑嘻嘻地说道：师傅，您写一遍再念一遍给我听就行了。丫头，这样你就能学会？你是认真的吗？师傅，您看徒儿像是在开玩笑吗？非常像。没想到白阡陌那变态的记忆力，骆九婴拿起书桌上的毛笔蘸墨汁，开始在白纸上写字，一边写一边读。白阡陌为了不让自己表现得太过夸张，骆九婴读1遍他就读2遍，手指还跟着骆九婴的笔画顺序在书桌上一起写，一看就是努力好学的好宝宝。骆九婴看着白阡陌努力学习的模样，心里满意极了，心情愉悦地继续教。等骆九婴写完还想再教1遍巩固一下的时候，白阡陌直接拿过他手里的毛笔，换一张白纸，开始歪歪扭扭的在纸上写了起来。不是他写字儿不好看，而是他故意写的像苍蝇爬一样。虽然写的歪歪扭扭，但也看得出来是什么字。骆九婴看得嘴角狂抽，这记忆力简直太变态了。师傅，徒儿今天还要学什么？丫头，为师带你去锻炼身体，把你的小体格练结实了。你怕不怕吃苦？徒儿不怕，咱们现在就去吗？现在就去，去叫上你七哥。好。丫头，为师带你去锻炼身体，把你的小体格练结实了。你怕不怕吃苦？徒儿不怕，咱们现在就去吗？现在就去，去叫上你七哥。好。1刻钟后，师徒3人出了王府，一路小跑往京城郊外跑去。七哥，师傅就只有我们2个徒弟吗？八妹，我其实是你的3师兄，
咱们还有大师兄和二师兄。不过大师兄和二师兄都不在京城，2位师兄都上战场去了。大师兄武功高强，医术却没有什么天赋，但二师兄却武功平平，医术相当高明。2位师兄现在很少回来看望师傅，只是逢年过节回来看看。还有1个多月就过年了，到时候你就能见到这2位师兄了。师傅为何都没提一下？丫头，反正现在你也见不到他们，提他们干嘛？等他们回来，为师自会告诉你。现在抓紧时间锻炼体魄。是。白阡陌吐了吐小舌头，加快了跑步的速度。哎，八妹，慢点跑，小心摔倒。叶慕辰说完，也加快了速度，跑在白阡陌的身边，眼角余光一直注意着他，生怕他摔倒。当师徒3人经过白将军府时，白阡陌停下了脚步，怔怔地看着白将军府大门。丫头，想进去看看你母亲吗？想。我去敲门。师哥，等等。白阡陌凑近叶慕辰的耳朵，低声嘀咕了几句，露出一脸的坏笑。叶慕辰双眼瞬间爆射出一道金光，同时竖起大拇指。没问题，你想怎么样都行，我和师傅就是你的坚强后盾。去吧，大胆去敲门。叶慕辰说完，转身拉着骆九婴的大手，就往拐弯处走去。白阡陌对叶慕辰说的话当然不可能逃过骆九婴的耳朵，只是自己的2个宝贝小徒弟想玩，他当然不会有任何意见。但能不能不要让我像做贼一样躲起来？都快100岁的人了，陪着2个幼崽这么玩，太幼稚了吧。见师傅和七哥躲好，白阡陌抬头看了眼将军府大门，又看看四周，捡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，迈开小短腿上了台阶，抡着石头开始哐哐砸门。谁啊？怎么？四小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回来吗？这里是我的家吧？是你的家。四小姐，你稍等啊，我去通报老夫人。站住！我让你走了吗？我是回来看我母亲的，你通报老夫人干什么？我回自己的家还要经过老夫人同意吗？你个该死的小贱蹄子，你举这个石头想干什么？难不成你还想砸死老身呐？白老夫人，我举着石头只是为了自保，我只是来看望我母亲的，我怕不举个石头进了将军府，我就没命出去了。白老夫人眼珠子转了转，嘴角勾起了一抹阴狠，装出一副慈祥的面孔道：丫头啊，你进来，祖母拿糖给你吃。师傅说了，吃糖对牙齿不好，会长虫虫的，我才不要吃糖。这话老夫没说过。丫头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那你想吃什么呀？你先进来，把石头扔了，祖母都给你拿啊。那不行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，只是我师父说我身体虚弱，需要一只上好的人参补补。白老夫人，你一手都给我吗？当然舍得，你可是老身的亲孙女儿，快把石头扔了，跟祖母进去拿吧。师父、七哥，你们听到了吗？白老夫人答应给我一只上好的人参补补身体。为师听到了。白老夫人猛地抬头看向围墙上的一老一幼，脸色瞬间变成猪肝色。一定是这个老不死的死老头教的，这丫头才3岁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心机？等等，他说话怎么会如此利索，一点也没有吐字不清？这是如何治好的呀？难道就是这死老头子治好的？亏了，亏死了呀！这死丫头生下来就比她的3个姐姐还好看，现在更是越长越好看。早知道她的大舌头能治好，就应该好好培养她呀。
将来别说嫁进摄政王府，就是嫁入皇宫都没问题。白老夫人心里那个后悔啊！木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母亲，女儿跟师傅和七哥出去训练路过，想您了，就回来看看您。我刚才没听错吧？老夫人居然舍得给你一支上好的人参补身体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老夫人如此大方呢。白老夫人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，气急败坏的道：他这么小的年纪能吃人参补身体吗？就不怕把他给补死了呀？那白老夫人答应给老夫的爱徒人参，只是空口说白话，目的是想把老夫的爱徒骗进屋去收拾一顿。你胆子还真不小啊！当老夫是吃素的，还是你根本没把摄政王放在眼里？这死老头还真会挑刺儿。哦，原来你是想害本公子的八妹，这事儿本公子得好好的跟父王汇报一下。不，老身没想害他，那上好人参他应该是想拿给聂氏补身体的，老身答应了给他，自然会给。白老夫人，你真了解我，我就是想拿给我母亲补身体的。既然你答应了，那就赶快给我吧。你等着，老身这就去给你拿。多谢老夫人。母亲，我只能待一小会儿，您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等我跟师傅学到了本事，就能好好保护您了。好孩子，也好好跟着你师傅学本事，母亲会照顾好自己，你不用担心。等白老夫人把人参取来，一脸肉疼的递给白阡陌，白阡陌接过锦盒，打开看了一眼，确定没被老夫人动过手脚。虽然品相不是很好，但给母亲补身体也足够了。他把锦盒盖上，毫不犹豫地将锦盒递给了聂文静。母亲，您要赶快吃了哦，舍不得吃的话，说不定还会被人给偷了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目的达到，白阡陌告别聂文静和骆九婴，叶慕辰重新出发，连招呼都没和白老夫人打，白老夫人更是气得差点心肌梗死。看着白阡陌消失的背影，他狠狠地瞪了聂文静一眼，吩咐小厮关门。聂文静微微一笑，老夫人，多谢您慷慨，儿媳这就回去把人参吃了，可不能辜负您的好意。连个男孩都生不出来，你配吃老身的人参吗？你把人参还给老身。老夫人，儿媳可没拿您的人参，这人参可是墨儿孝敬儿媳的，您给的东西儿媳还真不敢吃，怕被毒死。另一边，白阡陌迈着小短腿儿，跑得呼呼直喘。原主身体素质很差，没跑多远他就已经感觉累得不行，但他还在坚持，只有把身体锻炼好，学好武功，他才能保护想要保护的人。八妹，休息一下再继续跑。没事，我还能再坚持一会儿，实在跑不动了再休息。这小丫头虽然年纪小，但真的很懂事。师徒三人来到荒郊野外，骆九婴开始教白阡陌一套拳法，教了2遍之后，骆九婴便自己当人肉沙包，让2个小徒弟的小拳头打在他的身上。反正2个孩子的力道都不大，就当是2个宝贝徒弟在给他捶腿按摩了。腿上打得差不多了，骆九婴干脆盘膝坐在一块石头上，让2个小徒弟打上半身。用力，有多大力就使多大力，速度也再快点儿。舒服吗？当然舒服啦，小拳头捶在身上，哪儿都舒坦。别停啊，继续捶。师傅，你不厚道。叶慕辰眼里闪过一丝狡黠。
运足他体内那少得可怜的内力，趁骆九婴不注意，快速出手，点了他腰间的软麻穴。骆九婴一惊：“哎，臭小子，你想干什么？”八妹，快养阳功伺候！白阡陌秒懂，两个小家伙小魔爪伸向了骆九婴腋下。臭小子，你皮痒了是吧？师傅，徒儿皮不痒，只是手痒，您就让徒儿过过手瘾吧。哎呀，丫头，你快住手！为师快要笑死了。白阡陌又扫了几下骆九婴的脚心，才笑着道：“师傅，笑一笑十年少，您得多笑笑才行。”行了，为师已经快岔气了，快住手啊！闹了一阵，两个小家伙再次将骆九婴当沙包打，而骆九婴则再次闭上眼睛，享受小拳拳捶在身上的舒服感。接近晚饭时间，骆九婴才准备带着两个小家伙回去。白阡陌毕竟才3岁，身体又弱，此时的他已经累得连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了。骆九婴心疼地将他抱起来：“哎，丫头，睡一会儿吧，为师抱你回去。”师傅，我就睡一小会儿，到城门口您再叫我，我想自己走回去。睡吧。回到王府，秦若霜看到一身脏兮兮的白阡陌和叶慕辰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骆老哥，你带他们去哪儿了？怎么弄得这么脏？墨儿怎么了？老夫带他们去训练了，丫头只是累得睡着了，不用担心。骆老哥，墨儿还那么小，训练也不急于一时吧？你就不能等他身体多恢复一些再训练吗？就是，墨儿才3岁，身体都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你就不能先教他认字，等身体完全恢复再训练吗？王爷，要不明天你来教丫头认字？哼，让你见识一下这小丫头有多变态。行，明日我亲自教她，在她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之前，你不许带她去训练。墨儿给我，你和陈儿赶快去沐浴用膳。叶楚风说着，人也走到了骆九婴的面前，伸手就要去接白阡陌。堂堂摄政王完全无视白阡陌那一身的尘土，眼里只有心疼。骆九婴刚把白阡陌放到叶楚风的手里，白阡陌就睁开了眼睛。叶楚风大手轻拍白阡陌的右上臂，想让他再睡一会儿。那抱孩子的姿势和哄孩子的熟练程度，一看就知道这事儿他经常干。然而白阡陌却睡意全无，眼眶有些许湿润。记忆中，无论是上一世的父母还是这一世的父亲，都没有这样抱着他轻拍哄睡过。父王，丫头，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呀？快告诉父王。父王，我没事，就是父王的怀抱太温暖了，被父王抱着太幸福了。唉，傻丫头，走，父王抱你去沐浴。啊，这怎么行啊？虽然小生板才3岁，可我的灵魂已经成年了。父王，我已经长大了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我要自己沐浴。乖，你才3岁，累了一天了，父王抱你去。我能说男女有别吗？瞎想什么呢？这是3岁幼崽能想到的问题吗？叶楚风抱着白阡陌和秦若霜一起回到白阡陌的房间，丫鬟早已准备好了热水。父王，母妃，你们快出去，我可以自己洗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你们就让我自己洗吧。父王，母妃，你们快出去，我可以自己洗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你们就让我自己洗吧。好，你自己洗，不过不能玩得太久，水凉了会着凉的。我和你父王在门口等你。
我知道了，母妃，你和父王快出去吧。等叶楚风夫妻出去后，白阡陌3下5除2扒光身上的衣服，跳进大盆里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。父王，母妃，我洗好啦。还真够快的，走吧，去用膳。饭桌上，一家人免不了给白阡陌夹菜，白阡陌那小短手也够不着夹菜，只管低头大块朵颐。哎呦不，吃得好饱，肚子都鼓起来了。喝点汤，你正在长身体呢。白阡陌也不矫情，端起碗咕咚咕咚地把半碗汤喝了下去。秦若霜问：其他还想吃点什么？母妃给你夹。撒不下了，已经撒到这儿了。好，吃饱了就行，去玩吧。父王，母妃，你们慢慢吃。白阡陌说完就跳下椅子，准备去房间里练功。八妹，你等等我。叶慕辰快速将碗里剩下的一点饭扒进嘴里，碗筷一扔就跟着跳下椅子。叶楚风叹了一口气：哎呀，养儿子就是不如养女儿。看看木儿丫头多有礼貌，再看看这个臭小子，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跑了。叶慕辰的6个哥哥同时把头埋得低低的，一个字都不敢说。把碗里的饭扒完，兄弟6人陆续起身开口，学着白阡陌说一句：父王，母妃，我吃完了，你们慢慢吃。八妹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去练功啊。七哥，你要不要一起练功？要，我要练好功夫才能保护你。那就一起去我的房间，你跟我说说你是如何练出内力来的。要练出内功可不容易，我可是练了半年才练出一点点内力。师傅说练功贵在坚持，所以要每天都坚持练。来到房间中，白阡陌直接脱了鞋子，盘膝坐在床上。七哥，你快跟我讲讲怎样才能练出内力。就按师傅教的练啊。你这回答跟没回答有什么区别？算了，我还是自己悟吧，自己悟出来的才是真理。白阡陌收敛心神，闭上双眼，开始按照自己理解的步骤尝试。叶慕辰则盘膝坐在一旁的椅子上，开始运转体内那微薄的内力。运转了1个小周天之后，叶慕辰睁开眼睛，见白阡陌依旧闭着双眼，便起身打算自行离开。刚想转身往门口走，他就发现了不对劲儿。白阡陌呼吸均匀，一点也不像在练功的样子。叶慕辰凑到白阡陌跟前，仔细看了又看。好家伙，八妹不会是睡着了吧？七哥，哎，八妹，你没睡着啊？当然没睡着，我在练功呢。我怎么看着就不像呢？七哥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。什么大胆的想法？师傅教的内功心法是静坐吐纳修炼内力，如果用动静结合，能不能更快地练出内力？八妹，你的意思是武功招式和内力同时练吗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如咱们现在就去试试。好，就用师傅今天教你的那套拳法来试，咱们去院子里练。八妹，你的意思是武功招式和内力同时练吗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如咱们现在就去试试。好，就用师傅今天教你的那套拳法来试，咱们去院子里练。就在房间里。七哥，我教你一套拳法，咱们用这套拳法来试。八妹，谁教你的拳法？在房间里练拳也施展不开啊。嘿，七哥，说了你可能不信，这套拳法是我在睡梦中一个叫张三丰的老人家教我的，房间里已经足够施展开了。睡梦中跟老人家学拳法，这都可以？什么样的拳法在房间里就能施展开来？太荒谬了吧！八妹，你把睡梦中学来的拳法打一遍给我看看。没问题。白阡陌往前走了2步，站直身体，开始打太极拳。八妹，我怎么感觉你在分西瓜呢？你还真说对了，我刚开始学这套拳法，还自己编了对应的口诀呢。
什么对应的口诀？一个大西瓜，中间劈开它，左边给你，右边给他。八妹，你这叫什么拳法呀？我还是第一次见那么慢的拳法，这要是真打起来，还不等你出拳就被人给灭了吧？不知小儿，这叫太极拳，以静制动，以慢制快，以柔克刚。这太极拳不简单呐！八妹，没想到你在睡梦中学来的拳法这么厉害，打完一套拳全身都舒服。那是当然。今天太晚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明天卯时我们去后院打拳。没问题，明天卯时后院见。叶慕辰说完，转身出了白阡陌的房间，还细心地把门关上。翌日，白阡陌天不亮就从床上爬起来，来到后院时，叶慕辰已经在等他了。七哥早上好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咱们开始练功吧。好，开始吧。两个小家伙摆开架势，调整呼吸，开始在后院打起了太极拳。辰时，两个小家伙收工。此时的两人小脸红润，额头上是一层细腻的汗珠。白阡陌回到自己的房间门口，秦若霜的丫鬟端来的洗漱用水，正等在门口。八小姐，你已经起来了呀？奴婢还以为你还没起床呢。我早就起来了，都锻炼完身体了。那奴婢伺候你洗漱。白阡陌又洗了把脸，便由丫鬟陪着他往正厅走去。早膳过后，叶楚风把白阡陌带去书房，准备亲自教他认字。他的想法和骆九婴一样，3岁孩童肯定要从最简单的字开始教。可当他写出第一个字，白阡陌就说：“父王，这个字我认识，师父教过了。”叶楚风一愣，干脆从书架上随手拿了一本书，翻开从第一页开始教。他一边写一边教白阡陌念，白阡陌还是个之前一样做样子。叶楚风念一遍，他就念2遍，手指在书桌上跟着写。写了一段，叶楚风一脸宠溺地问：“墨儿，记住了哪几个字？”父王，我全都记住了，也会写了。这小丫头的记忆力未免也太夸张了吧。墨儿，以前在将军府，你父母教过你认字吗？没有教过。你是如何快速记住这些字的？父王，可能是我的记忆力比较好吧，我觉得认字并不难。难怪骆老头会带着小丫头去训练，原来是学得太快，现在连他自己都有别的想法了。收了个记忆力这么惊人的义女，叶楚风现在就想带着白阡陌进宫去嘚瑟。墨儿，咱们现在不学认字了，父王带你进宫去玩。皇上，摄政王来了。这家伙来干嘛？他不是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都不进宫的吗？难道是出什么大事了？皇上正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叶楚风抱着白阡陌进入书房。皇兄，臣弟捡到宝了，墨儿这小丫头不得了呀。哦，怎么个不得了法？说来给朕听听。皇兄，你随便教他认几个字，你就知道了。教他认什么字？你随意就行，想教什么字就教什么字。皇上还是一头雾水，叶楚风干脆拿过皇上手里那还没合上的奏折，拿起笔开始教白阡陌认奏折上的字。白阡陌装出一副认真好学的乖宝宝模样，学认字，把皇上给看懵了。不是皇帝，你要教义女认字，你在自己家里教不行吗？跑来朕的面前教是何意？皇兄，臣弟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璞玉。好吧，虽然不明白你到底是何意，朕倒要看看你想耍什么花招。墨儿，学会了吗？白阡陌点头如小鸡啄米，接过叶楚风手里的毛笔，重新铺了一张纸，开始故意歪歪扭扭地写了起来。他把所有的字写完，才指着纸上的字念了一遍。
让你以前在本王面前嘚瑟，现在还敢嘚瑟不？皇上起身，走到白阡陌的身边，将白阡陌抱了起来，放在自己的腿上。哈哈哈哈，墨儿丫头，亲生父母只有一个，但义父可以有很多个。你愿意当朕的义女吗？不是吧，皇上都想认她为义女，她就这么香吗？皇兄，你这是何意啊？臣弟就这么一个义女，你居然还要和臣弟抢？啊，义父又不是亲生父母，多一个不嫌多，朕就稀罕这丫头不行吗？啊，朕虽然有女儿，但没有义女啊，认个义女有何不可？不行，你要认义女认别人去，墨儿是臣弟的义女，你不能不厚道的跟臣弟抢。皇上抱紧白阡陌，生怕下一秒就被叶楚风给抢了去。你说不行就不行啊？只要墨儿丫头愿意，朕立马认她当义女，同时册封公主。叶楚风后悔了，炫耀个什么劲儿嘛？自己养着偷偷高兴不行吗？要是墨儿丫头经不住诱惑，真答应了怎么办？他只是想做墨儿唯一的义父，不想这么优秀的女儿被别人抢了去。皇上也不行。皇伯伯，你有点贪心哦。您是父王的皇兄，就是墨儿的皇伯伯，也是沾亲带故的关系啦。就算墨儿不叫您义父，你也可以把墨儿当女儿呀。等我长大了，我也会把皇伯伯当父亲一样孝敬的。哼，这样也好，多一个人疼爱墨儿丫头。皇兄，以后想让我家墨儿丫头孝敬你，现在你这个当皇伯伯的可得好好表示表示。皇上白了叶楚风一眼。现在不行，明日早朝你带墨儿丫头来上朝，朕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表示。墨儿，还不快谢过你皇伯伯？多谢皇伯伯。乖，今天啊留在宫里陪皇伯伯用午膳可好？你太瘦了，皇伯伯让御膳房给你做好吃的。好呀。你回去吧，晚上后再来见墨儿。本王就这么不受待见？一顿饭而已，留小的不留大的，太区别对待了吧？见叶楚风不吭声，皇上问：怎么，你有意见？哼，臣弟不敢。不过墨儿还要学习，用过午膳就得把他带回去。学什么？在朕这里就不能学习了吗？学认字的话，朕可以让太子教他。学医术，跟骆大夫学习。朕的太医院那么多御医，教点基础不成问题。啊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晚上过后你再来接他。那好吧，臣弟告退。快走快走，别磨磨蹭蹭的。皇上驾到！臣妾恭迎皇上。免礼。皇后，你看朕把谁带来了？墨儿丫头来了，臣妾还想着哪天去摄政王府，把小丫头接来宫里住几天呢。皇伯母，爸爸。哈哈哈哈！晚上后，楚风才来接他，多给他做点好吃的补补。你今天可以也带着他玩一整天。晚上后就接走，皇上，你为何不多留几天？皇伯母，墨儿要回去学功夫呀。您让皇伯伯给墨儿个特权，这样墨儿就可以随时进宫来看您了。皇上，你听到了没有？给墨儿个随时能进宫的特权。朕知道，就算墨儿丫头不说，朕也会给她这个特权的。小丫头可是说了，等她长大了，把朕当父亲一样孝顺。朕可是很期待呢。多谢皇伯伯。皇上笑着把白阡陌学认字如何变态跟皇后说了一遍。皇后听得瞪大双眼，看着白阡陌那奶萌奶萌的模样，怎么也不敢相信一个3岁的孩子能有这么强的记忆力。就在皇后震惊无比时，门口传来一声娇滴滴的声音：
皇后姐姐，臣妾来看您了。呀，皇上也在呀，臣妾拜见皇上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臣妾来找皇后姐姐唠唠家常。平时也不见你往本宫的寝宫跑，皇上一来你必定出现，说你不是故意的，跪都不信。这小丫头长得还真是不错，长大后必定是个祸国殃民的狐媚东西。这个女人不是个好的，得多注意才行。本宫跟你没有什么可唠的，想来皇上面前露个脸就直说，别拿本宫当挡箭牌。愣着作甚？还不快给你父皇母后行礼？免了，皇后，既然几妃是来找你唠家常的，那朕就不打扰你们了。你看好墨儿丫头。是，臣妾恭送皇上。见皇上迈步离开，几妃只得微微俯身。臣妾恭送皇上。皇后姐姐，臣妾突然想起来寝宫还有事，就先告辞了。慢走不送。皇后有何了不起，敢对本宫目中无人？总有一天，本宫会将你踩在脚下。等几妃离开，白阡陌扬起小脑袋，奶声奶气地问：皇伯母，你很讨厌那个姬妃吗？姬妃？皇后瞬间笑了，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。本宫确实很讨厌她，两面三刀的。我也不喜欢她耶，她好凶的。这你都能看得出来呀？她刚才推那个小姐姐，差点把小姐姐推倒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本宫还以为你能看穿一个人的心思呢。门外，皇上去而复返，还不让太监通报。他站在门口想听听皇后和白阡陌会说些什么，只听皇后说道：墨儿，咱们不用管他，你要是害怕他，以后见到他就躲得远远的。我记住了，等我长大了，我来保护皇伯母。好，墨儿，以后在你皇伯伯、皇祖父和皇祖母的面前要自称臣女，否则别人会说你义母没有好好教育你。臣女记住了。真是个小机灵鬼儿。哈哈哈哈！小丫头，肚子饿了没有？皇上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怎么不欢迎朕？当然不是，只是好奇您为何这么快又回来了。朕本就没走远，朕过来就是想与你和墨儿丫头一起用膳的，当然不希望几妃打扰。她也是朕的女人，为朕生了个女儿，朕也不想让她太难堪。很快，御膳房把菜送到皇后寝宫，皇上皇后带着白阡陌用了一顿最舒心的午膳，没有任何人打扰。两人不停地给白阡陌夹菜，甚至还直接喂到他的嘴里。白阡陌吃的小肚子圆滚滚的，一脸满足地跳下椅子，乖乖地在一旁等着。等皇上皇后用完午膳，俩人亲自带着白阡陌去了太医院。皇上可没忘记白阡陌要学习医术，既然把孩子留在宫里，也不能耽误他的学习，顺便也让那些老古董看看白阡陌的记忆力到底有多变态。微臣恭迎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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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免礼，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孙太医，臣在。你带朕的小侄女去认认药材，朕想看看她一个下午能记住多少药材。是，微臣遵旨。孙太医抬头看向皇上的小侄女白阡陌，忍不住嘴角横抽。皇上哪儿来的这么小的小侄女？有3岁了吗？就来学认药材？这么小，一个下午能记住2种药材都不错了。皇上还指望她记住几种药材呀？可皇上开了金口，
就算他的小侄女才1岁，他也得教。孙太医起身，带着白阡陌去了药房，皇上皇后也跟着走了进去。这是防风，性味归经，味温，心、肝，归膀胱、肝、脾经。作用功效是解表祛风、省湿、止痉。浇了一炷香的时间，孙太医让白阡陌休息一下。莫二丫头，孙太医教你认识的药材都记住了吗？就是性味归经有2样没记住，其他的都记住了。哪2样没记住啊？朕让孙太医再给你讲一次。就是那个白芷和苍耳。孙太医，你把白芷和苍耳的性味归经再给朕的小侄女讲解一遍，其他的她都记住了。孙太医，你把白芷和苍耳的性味归经再给朕的小侄女讲解一遍，其他的她都记住了。都记住了？这是想欺骗我老人家吗？孙太医又把白芷和苍耳的性味归经讲了一遍。见白阡陌点着小脑袋，他故意说道：小丫头，那咱们现在来复习一遍，刚才教你的药材你都说一遍，没记住的老夫再给你讲解。这味药叫防风，性味归经。等白阡陌说完，所有人都处于石化状态，尤其是几名太医，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。他们完全不敢相信，眼前这个3岁小女孩居然把所有药材都记住了。不但记住了药材，就连性味归经、作用功效等全都记住。过了好半晌，孙太医才回过神来赞叹：哎呦，太不可思议了！这是老夫见过的记忆力最强的孩子，简直强的离谱。皇上，微臣能否收这小丫头为徒啊？这个朕还真做不了主，何况这小丫头啊，已经有师傅了。有师傅也没关系，只要皇上您点头，小丫头愿意，微臣就收她为徒，把毕生所学全都传授于她。你有胆量跟骆老头抢弟子尽管去，但事先说好啊，朕不做小丫头的主，让她自己选择。还是算了，微臣还没活够，不敢去跟骆大夫抢徒弟。不过微臣恳请皇上，能否让这小丫头1个月进宫几次？微臣想把最拿手的针法传授给她，这样的话，没有师徒之名，也有师徒之情了。你自己问莫儿丫头，只要她愿意学，朕没意见。小丫头，你愿意跟老夫学针法吗？白阡陌故意偏着小脑袋想了想，才奶声奶气的回答：我愿意跟你学，但不能叫你师傅，因为我已经有师傅了。不能叫师傅没关系，只要你学会了老夫的针法，将针法发扬光大，将来能济世救人，老夫就已经很满足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将你的针法发扬光大，而且会告诉世人，这套针法可是孙太医孙爷爷教的。哎呦，小丫头呀，你可是皇上的小侄女，可不能叫老夫爷爷，叫爷爷不就比皇上辈分还高了吗？丫头，老夫没那么老，叫孙伯伯就行，老夫呀还没有你师傅年纪大。嘿，那孙伯伯现在就开始教我吧。不行啊，你得先学认学，等你把全身的穴位都记熟了，老夫就开始教你如何。那你现在就教穴位呀，我很快就能记住的。孙太医想到白阡陌认药材时的超强记忆力，也想试试他记穴位到底有多变态。于是孙太医点头答应，开始教白阡陌记穴位。毫无悬念，半个时辰后，白阡陌将所有的穴位全都记住。严格来说，他不是记住，而是复习了一遍。摄政王府，7个哥哥回来没见到白阡陌，
把整个王府翻了个遍，也没有找到。八妹不会自己跑出去玩吧？她还那么小，要是一个人出去会有危险的。那还等什么？赶快分头出去找啊！咱们就这么一个妹妹，要是弄丢了，可如何是好？咱们先去问问父王母妃，说不定他们知道。还有一种可能，骆大夫也不在府里，会不会被骆大夫带出去训练了？我去问父王母妃。父王，八妹不见了，您知道她去哪儿了吗？进宫去了，用过晚上再去接她回来。父王，那孩儿和哥哥去接八妹，都1天没见到她了。去吧，若你们黄婆婆不让接，你们就留在宫里用了晚膳再回来。是，孩儿这就去接八妹。回到6个哥哥身边，叶慕辰笑着说道：八妹进宫去了，我们去接八妹吧。父王说，若黄伯伯不让接，就在宫里用完晚膳再接回来。那还等什么？快走吧，接八妹去。侄儿拜见黄伯伯。你们怎么来了？黄伯伯，侄儿们是来接八妹回府的。朕不是跟你们父王说好了吗？晚膳过后再来接，怎么现在就来了？黄伯伯，侄儿想陪您一起用晚膳，所以就早点来了。八妹，你还那么小，又是女孩子，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哎，你想挖什么？二哥帮你挖。男儿，你只准挖2株。黄伯伯，您不是说成女挖多少给多少吗？怎么又只准挖2株啦？朕说的是你自己挖，让你二哥挖，就只准挖2株。黄伯伯，您真不厚道，明知道八妹才3岁，连铁锹都还拿不稳呢，您还让她自己挖。二哥是男人，男人不应该保护女孩，保护妹妹吗？二哥帮妹妹挖有何问题？怎么没问题？有大问题好吗？石斛兰总共才8株，可是朕花了大价钱才弄来的，让你二哥刨了，朕还有吗？白阡陌扭头对着叶慕南，用嘴型告诉他快挖，然后跑到皇上面前。黄伯伯，墨儿跟师傅学了捶背哦，您去那边坐下，墨儿给您捶捶背好不好？哦，墨儿丫头还会捶背，那朕得好好享受享受。皇上弯腰抱起了白阡陌，往一旁的凉亭走去。皇后默默地跟上，心里却在偷笑。皇上啊，您的石斛兰要没了，要彻底没了呀！来到凉亭中，皇上坐在凉亭的石凳上，白阡陌爬上长凳，捏着小拳头不停地给皇上捶背，嘴里还不停地问：黄伯伯舒不舒服啊？舒服，太舒服了，再用力点。好嘞。小拳拳不停地捶在皇上的背上，他也不是乱捶，每一拳都捶在了皇上的足太阳膀胱经上。皇上舒服地闭上眼睛享受。白阡陌眼睛不停地看向二哥叶慕南，直到叶慕南把所有的石斛兰全都刨出来，他才停手。白阡陌停手后，皇上才想起来自己的石斛兰，赶紧起身跑过去一看，小兔崽子还真就1株都没给他留。皇上正想唠叨几句，白阡陌赶紧跑过来，抱住了他的大腿，再次撒娇。黄伯伯，墨儿肚肚饿了。墨儿饿了，那就回去吧，这儿让人传膳。晚膳时，白阡陌的7个哥哥像打仗一样不停地往自己和白阡陌碗里夹菜，把皇上最喜欢的几道菜全都送进肚子里。皇上看得干瞪眼，哼，故意的，这几个臭小子绝对是故意的。吃完饭，叶慕林礼貌地道：黄伯伯，侄儿就带着弟弟妹妹回去了，改日再来进宫看您。去吧，墨儿丫头还小，你们几个臭小子一定要照顾好她。黄伯伯，您就放心吧，她可是我们的八妹，我们可舍不得让她受半点委屈。兄妹8人离开后，皇后笑着打趣：皇上，您不心疼那些石斛兰？哼，
能不心疼吗？可有何办法？几个臭小子都是朕宠着长大的，朕可舍不得为难他们。而且石斛兰本就是药材，墨儿丫头学医，给她也不会浪费。快吃饭吧。我是小宝贝，从不怕累，虽然功课一大堆，像个小贝贝，最爱馋嘴，有时还要吃奶嘴，嘿嘿。八妹，你是小宝贝没错，要吃奶嘴是认真的吗？看来刚才在宫里还没吃饱，回去得告诉母妃。兄妹8人回到王府，叶楚风和秦若霜早已等在门口，而7个哥哥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秦若霜的胸前，看得秦若霜毛骨悚然。这几个儿子今天是怎么了？难道是墨儿在宫里受委屈了吗？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干嘛全部都看着母妃呀？晨儿，你说吧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母妃，八妹说她要吃奶嘴。我什么时候说要吃奶嘴了？我哼个儿歌而已，你们还当真啊？母妃，我没有要吃奶嘴，我只是从黄伯伯那里爬了8株石斛兰，心情好哼歌而已。哪有人唱歌要吃奶嘴的？有这种歌吗？我们怎么就没听过？秦若霜和叶楚风狠狠地瞪了7个儿子一眼，下次能不能弄清楚再说。7个哥哥吓得缩了缩脖子，捧着石斛兰往后院跑去。叶楚风担心7个臭小子把石斛兰给移植死了，便转身跟了上去，打算亲自移植。那可是皇上视若珍宝的花卉，千万不能弄死了。把石斛兰移植好，叶慕辰便来找白阡陌一起去后院练功。兄妹俩在后院又打起了太极拳，6个哥哥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。白阡陌挥舞着小手，奶声奶气的道：哥哥们，你们要不要来一起打拳呀？二弟，你带弟弟们先跟着学一下这套拳法，我去找父王和骆大夫。找父王和骆大夫干嘛？等会你就知道了，你们先去学吧，相信我，绝对有好处。父王、母妃、骆大夫，你们看一下，七弟和八妹练的这套拳法很是新奇，看似软绵绵的，但又感觉拳法里包罗万象，孩儿见识浅薄，看不出其中的精髓所在。丫头，这套拳法叫什么？是何人教你的？师傅，说了您可能不信，八妹她是在睡梦中一个叫张三丰的老人教她的。睡梦中也能学拳法，还学得这么有模有样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老夫的小徒弟就是聪明，睡梦中都能学到拳法，只是这拳法的精髓，老夫现在也没能看出来。师傅，这套拳法是以静制动，以慢制快，以柔克刚的拳法。丫头，你继续打拳，为师也来学学。本王也要学。木儿教的拳法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于是整个王府的主子全都跟着白阡陌一起学习太极拳。练了1个时辰，大伙儿才各自回房洗漱，准备休息。双儿，你觉得有必要给墨儿找个奶娘吗？你慢点喝呀。还不都是因为你，墨儿都3岁了，还找什么奶娘？她又不喝奶。不过这2天我一直在注意着，打算给墨儿找2个信得过的丫头，贴身伺候她。给墨儿找丫头，一定要精挑细选，千万马虎不得。我知道，这2天看了几个都不满意，我还是再多看看。我想多选几个，最后让墨儿自己选她能接受的。八小姐，醒醒！八小姐，快醒醒！白阡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在昏暗的烛光下，一张无限放大的脸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他瞳孔一缩，右手握拳，砰的一拳砸在丫鬟的脸上。
小姐是奴婢呀！哎呀，你这小铁拳怎么那么有力呀？好疼啊！对不起，实在抱歉，我睡迷糊了，还以为遇到了坏人。你没事吧？奴婢没事。大小姐，你快起床，奴婢伺候你洗漱，你要和王爷一起去上朝。好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我自己穿衣服，你去帮我打水吧。洗漱完毕，他拎起灯笼，迈开小短腿儿就往大门口跑去。丫鬟提心吊胆地跟在后面。大小姐，你跑慢点，小心摔倒。不用担心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怎么就不是小孩子了？你才3岁好吗？跑到大门口，叶楚风已经等在门口了。他弯腰抱起白阡陌，出了王府大门，运起轻功往皇宫方向飞掠。哇，飞了，我要飞啦！父女俩赶到乾坤殿时，文武百官全都到齐了。哎，这不是王爷收的义女吗？怎么还带到朝堂上来了？王爷也太宠爱这小丫头了吧？能不宠爱吗？王爷和王妃生了7个儿子，心心念念想要个女儿。我可听说王爷王妃把她当亲生女儿养呢。就算是当亲生女儿养，也不应该带到朝堂上来啊！王爷宠义女也太没底线了。这小丫头命真好，出生在将军府，还被王爷一家捧在手心里疼爱。就是不知皇上见到王爷带义女来上朝，会不会被问罪？皇上驾到！臣等参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，谢皇上。黄伯伯们早上好。丫头，到黄伯伯这儿来。白阡陌从叶楚风身上下来，迈开小短腿上了台阶，来到皇上的身边。皇上伸手揉了揉他的小脑袋，他伸出小手捏紧小拳头，狗腿似的给皇上捶腿。皇上心情更加愉悦了，叶楚风却在台阶下吃味的抽了抽嘴角。这小丫头挤出石斛兰就把他收买的跟个小汉奸似的，作为他的父王都还没享受过他的捶腿服务呢，这个小没良心的。皇上看着叶楚风吃味的表情，得意的直挑眉。8株石斛兰给的真是太值了。今日还有一事，众所周知，墨儿丫头前几天被摄政王收为义女，也成了朕的小侄女。小丫头乖巧懂事，且天赋异禀，朕经过深思熟虑，决定册封墨儿丫头为五福郡主，愿朕的小侄女五福临门，福泽深厚。于公公，宣读圣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将军府4小姐白阡陌如今已是摄政王的义女，此女聪慧善良，记忆力超群，天赋异禀，皇家出此才女，朕甚感欣慰。着即册封为五福郡主，赐黄金10000两，及笄后赐府邸一座，钦此。谢皇伯伯恩典。丫头，好好学艺，将来造福苍生，悬壶济世。是，墨儿记住了。文武百官还处于震惊状态，皇上看了眼于公公，示意他宣布退朝。于公公朗声宣布：退朝。墨儿，跟父王回家了。哼，回什么回？墨儿要跟孙太医学针法。这叫什么事啊？皇兄，你自己有女儿，墨儿是陈帝的女儿，你不能老是把陈帝的女儿拐跑呀。皇上假装没听到，抱着白阡陌步子迈得更大。叶楚风无奈转身出了朝堂，往太医院赶去。然而皇上早就料到叶楚风会追到太医院去，吩咐于公公一路小跑去太医院，把孙太医叫到太后的寝宫。
怎么也没想到父王和黄伯伯还会有如此幼稚的一面。皇儿，你这是何意？母后，儿臣不想让四弟把墨儿接走，急死他。多大人了，还和小时候一样玩闹，幼不幼稚？孙女给皇祖母请安，皇祖母万福金安，越来越年轻，身体棒棒，吃嘛嘛香。真是个小马屁精。墨儿，你抓紧时间跟孙太医学针法，不用管你父王。好的。皇上，微臣还需要一个人辅助。皇上指着候在一旁的于公公。就他了。放心，有孙太医在，不会把你扎废了。叶楚风来到太后寝宫门口，见大门紧闭，立马就猜到墨儿被皇上藏在太后寝宫。他有些气恼地上前敲门，屋里的皇上眉头微蹙。这么快就找来了呀？皇上走到门口，后背靠到门上，压低声音道：别敲了，墨儿正在学习针法，不要打扰他。皇兄，那你把门打开啊，臣弟等墨儿学完也带他回家。你该干嘛干嘛去，晚上再来接墨儿。皇兄，你确定？皇上一怔，有点不确定了。万一那7个臭小子再来接墨儿，可不是啥好事儿。他们哪次进宫都不会空手而归的，而且挑的都是他最宝贝的东西。算了，你就在门口等着，等墨儿学完了，你再进来。臣弟不等了，等会儿臣弟让墨儿的7个哥哥来接他，臣弟先行告退。皇上嘴角一抽，还真有点头疼他的7个强盗儿子。吱呀一声，皇上沉着脸把门打开。进来可以，不许打扰墨儿丫头。墨儿是臣弟的女儿，臣弟知道该如何做。凤儿，你收这孩子为义女也有好几天了，这孩子品行如何？母后，你就放心吧。墨儿乖巧懂事，且记忆力超强。骆大夫亲自挑选的徒弟，能差吗？也是，骆老头挑弟子的确很挑剔的。凤儿，本宫是担心这孩子养不熟。母后，这点您完全不用担心。墨儿比同龄的孩子都要懂事，也懂得感恩。以他强大的记忆力，由骆大夫和孙太医传授医术，他将来啊，会是咱们南燕国的宝贝疙瘩。如此甚好，不过你还是要督促好他，别让他长歪了。丫头，今天学的都记住了吗？孙伯伯，我都记住啦。没事儿，还活着，也没惨。八小姐，谢谢你没把老奴扎死。母后，儿臣就先带墨儿回去了，改日再来看你。皇祖母再见，皇伯伯再见。墨儿丫头，明天记得来找孙太医继续学习针法。好的，墨儿记住了，会准时来学习的。回到王府，用过午膳后，哥哥们去书院上学。白阡陌便自己到后院去练太极拳。叶楚风和骆九婴一左一右的陪在他的身边一起练。练了一遍之后，骆九婴瞪大双眼：王爷，这套拳法练一遍之后，全身都无比舒服，尤其是配上内功练，感觉又是另一种心境。这拳法精妙啊！本王也有这种感觉，要不咱们用这套拳法过几招？老夫正有此意。来吧，老夫用太极拳，你用你之前练的拳法。没问题。墨儿，你去边上休息一下，回复和你师父过几招。白阡陌赶紧跑到一边，一脸兴奋地看着父王和师父。他也很想知道这太极拳到底有多大的威力。俩人摆开架势，切磋一触即发。叶楚风攻势凶猛无比，而骆九婴则沉着冷静。太极一出，便不动声色地将叶楚风的攻势一一化解，看似漫不经心，
却能感觉到每一招都有无穷的力量。好拳法，再来！转眼，叶楚风和骆九婴切磋了几十招，叶楚风都没能占到半点优势。最兴奋的莫过于白阡陌，没想到这太极拳这么管用。叶楚风收手，骆老哥，咱们来换一下，你用你之前的那些拳法，我用太极拳感受一下其中的奥妙。没问题，接招！俩人又切磋了几十招，骆九婴一招比一招快，一招比一招更有力，但全都毫无悬念的被叶楚风用太极拳一一化解。两人停手，相互对视一眼之后，同时放声大笑。妙啊，好拳法，实在是太精明了。墨儿，你记住了，这套拳法不可随意外传。师傅，徒儿记住了。好了，咱们继续练，多练几遍。翌日，守门小厮打开王府大门，见到白芊芊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你是将军府的大小姐？你来做什么？我来看看我的四妹妹，就是王爷的义女。我家八小姐不在，出去了。小厮说完，砰的一声就把大门关上。白阡陌从皇宫回来时，就看到白芊芊可怜兮兮的在台阶上坐着。四妹妹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大姐姐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就是来看看你。大姐姐，你实话告诉我，是白老夫人叫你来的吗？四妹妹，那是咱们的祖母，你怎么能叫她白老夫人呢？太没礼貌了。是我自己来的，跟祖母没关系。叶楚风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正想开口训斥白芊芊，白阡陌拉了拉他的右手食指。白阡陌小脸一冷，大姐姐，你才11岁，还没到老年痴呆的年纪，怎么就忘了我曾经说过，我只有父母，没有祖母？既然你是来看我的，那现在你也看到了，我好得很，你回去吧。四妹妹，你等一下。还有何事？我在此等了你很久，现在又累又渴，我能跟你进去喝杯水吗？可以呀，你跟我进去吧。墨儿，这是要干什么？白阡陌把白芊芊带到自己的房间，然后把门关上，转身一脸凶答答的看着白芊芊。大姐姐，说吧，你来找我干什么？是不是白老夫人让你来的？四妹妹，我就是想来看看你，不是祖母让我来的，她不知道我来找你。四妹妹，你是不是被皇上封为五福郡主了？是又怎么样？你羡慕嫉妒恨了？我大姐姐，你就是羡慕嫉妒我，想要跟我套近乎，想要跟我打好关系，找借口来看我，然后接近我的几个哥哥，对不对？我没有。你有，你就是这么想的。但是大姐姐，我得给你提个醒儿，我的几个哥哥都非常讨厌白老夫人，因为白老夫人想要害死我。你那么听白老夫人的话，他们是不会让你靠近的，说不定等会儿他们回来看到你，还会把你打成猪头。大姐姐，你要是以后还想来看我，那就和白老夫人划清界限，好好孝顺母亲，否则我也会把你打成猪头。你才3岁，说这话你自己信吗？反正我一个字都不信。你的几个哥哥能把我打成猪头，我倒是绝不怀疑。白阡陌见白芊芊一脸不信的表情，布灵布灵的大眼睛瞬间眯了起来，小铁拳开始慢慢的捏紧。白阡陌怪叫一声，砰的一拳，小铁拳重重的砸在白芊芊的肚子上。白芊芊痛叫出声，捂着肚子弯着腰，疼的眼泪都出来了。哇哦，感觉力气变大了，
这2天的太极拳配上师傅的内功心法，还真不是白练的。白千墨，你是魔鬼吗？怎么说打就打呀？哎，这不能怪我啊！你不是不相信我能把你打成猪头吗？我就示范一下给你看喽。现在你相信了吧？我什么时候说我不相信了？你的眼神告诉我，大姐姐，做人要诚实，否则你这辈子连一个朋友都不会有。还有，你要记住，你的命是父母给的，母亲用了半条命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，而你却跟白老夫人一个鼻孔出气，甚至还看不起母亲，针对母亲。大姐姐，如果有一天母亲真的被白老夫人赶出将军府，父亲续弦，那个女人会像母亲一样疼爱你，包容你吗？不是我吓唬你，到那个时候啊，你和2姐、3姐轻则被虐待当丫鬟使唤，重则被赶出将军府，沦为无处安身的乞丐。怎么可能？祖母那么疼爱我们，怎么可能让别人欺负我们、虐待我们？你真的没救了，你脑子里装的都是豆腐渣。假如父亲和母亲和离，父亲重新娶一个将军夫人，你跟那个女人有关系吗？你又不是他生的，他凭什么对你视如己出？如果那个女人真给白家生了个男孩，你猜白老夫人会更疼你，还是更疼孙子？见白芊芊开始动摇，白千墨继续道：大姐姐，亲生父母是真心的疼爱我们，但白老夫人她是真心疼爱你们吗？她不是，她只是觉得你们有利用价值。一旦像我一样说话吐字不清，没有利用价值，她就会想方设法弄死你们，节省粮食，然后弄死母亲，让父亲重新娶一个将军夫人给她生孙子。大姐姐，一旦生了男孩，你们在他的心里啥也不是，到时候把你们卖了养孙子，害你们怎么办？祖母她真的会这么做吗？一定会。你要是不相信我，你尽管试试，到时候被赶出将军府当了乞丐，活活饿死街头，就是你活该。四妹妹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不想父亲重新娶一个将军夫人，我不想被赶出将军府沦为乞丐呀。大姐姐，我自然是有办法的，但你和2姐、3姐都得听我的，否则我也帮不了你们。四妹妹，我听你的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，我都听你的。简单，你明天这个时候带着2姐和3姐来找我，我告诉你们该怎么做，咱们姐妹4人一条心，就能保住你们在将军府的地位，谁也撼动不了。好，我明天一定带你2姐和3姐过来。好啦，喝完水我送你出去，明天我等着你们。喝完水，白千墨把白芊芊送到门口，刚好碰到7个哥哥从书院回来。你来王府做甚？啊，大哥哥，大姐姐是来看我的，她现在要回去了，我送送她。大姐姐，你记住了，明天一定要带2姐、3姐一起来。要是白老夫人不让你们出门，你就去找母亲，她送你们过来。到时候我在王府门口等你们哦。好，我一定会带他们一起来的。八妹，你想干嘛呀？你不会是想把你的3个姐姐骗来王府，然后把她们剁吧剁吧喂狗？也不像啊。八妹，你叫他们明日来王府做甚？七哥，我想请他们看一出大戏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帮啊，我当然帮你。白千墨奶萌奶萌地看向其他6个哥哥，6个哥哥毫无挣扎地缴械投降。叶慕林问：八妹，你要我们帮你做什么？先去找父王母妃，或许不需要你们来当群众演员。当群众演员？那咱们现在就去找父王母妃。父王母妃，明日女儿想请3个姐姐开一场戏，你们能帮帮我吗？
墨儿，你为何要请他们看戏？他们也是母亲拼了命生下的孩子，虽然被白老夫人教歪了，但他们都还小，应该还能办正。墨儿，这是大好事。你能这么想，为父真的很高兴。你想请他们看什么样的大戏？你告诉为父，为父帮你安排。女儿想请他们看一出后妈虐待妓女的大戏。墨儿，这个方法是谁教你的？是女儿自己想出来的。没有母亲的孩子像根草，女儿就是想让三个姐姐明白，没有母亲，他们在将军府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下场。好，这事呀，父王亲自帮你安排，保证让你的三个姐姐永生难忘。多谢父王，等女儿长大了，一定好好孝顺父王母妃。好了，去准备用膳，晚膳后坚持练功。父王去请戏班子的人。回到将军府的白芊芊被白老夫人板着脸盘问去了何处。孙女去摄政王府了。你进去王府了吗？进去了，是四妹妹带孙女进去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居然让那个小贱蹄子带你进去的？祖母您息怒，没有四妹妹，孙女进不去王府，更见不到叶慕莲世子。那你今天见到了吗？见到了，他还约孙女明日带二妹和三妹一起去王府玩。真的啊？太好了，没想到那个小贱蹄子还有点用。总算是糊弄过去了。祖母，那明日孙女能带着二妹和三妹一起去吗？能，怎么不能去呀？明日老身亲自给你们挑衣服，给你们梳头，必须得光鲜亮丽的去。祖母，那孙女去找二妹三妹了。去吧。白芊芊赶紧快步离开，走出去一段距离后，才不停地拍着胸口。吓死我了。次日下午，白阡陌从皇宫学针法回来，就等在了门口。叶楚风花大价钱请来的戏班子已经准备就绪，只等着观众到来，大戏就能开演。很快，白芊芊三姐妹的身影出现在白阡陌的视线范围之内。四妹妹，我把你二姐和三姐都带来了。今日王府搭了戏台，请了戏班子的人来唱戏，咱们进去一起去看看。四妹妹，你不是说今日你告诉我该如何做吗？怎么来看戏了？大姐姐，先把戏看完，不用着急，等会儿会告诉你该怎么做。白千雪和白千灵却四下不停地张望。不是，看戏为何只有她们四姐妹啊？王爷家去哪儿了？锣鼓声响起，把白千雪和白千灵神游的魂给拉了回来。大戏正式开始。大戏演完了，白芊芊三姐妹也吓傻了。四妹妹，你快告诉我该怎么办！我不想父亲续弦，我不想被新夫人和老夫人害死。三位姐姐，如果将军府的夫人一直是咱们的母亲，老夫人想让父亲娶新夫人就不可能，但也有可能让父亲纳妾。妾室进门要是怀了男孩，你们的下场还是会很惨。想要杜绝这种情况，咱们就只能和母亲一条心，一起对抗白老夫人，坚决不让任何有坏心眼的女人进将军府。如果你们还是那么怕白老夫人，还是那么听她的话，以后你们会连自己怎么被害死的都不知道。可是我不敢，祖母会打死我们的。不敢你就等死吧。如果只是母亲一个人对抗白老夫人，她会非常艰难，也保护不了你们。但如果你们坚定地站在母亲这边，给母亲勇气，母亲就会拼了命地保护你们，保护我们的家。所以从今天起，咱们四姐妹要好好孝顺母亲，给母亲对抗白老夫人的勇气。四妹妹，你的意思是
你也回去将军府，一起和我们孝顺母亲，一起对抗祖母。有何不可啊？这几天我之所以留在王府，就是为了跟我的师傅学武功。谁敢欺负咱们的母亲，我就把他打成猪头。四妹妹打人真的很疼。四妹妹，那咱们现在就回家吧。没想到莫尔这方法还真管用，能让这三姐妹害怕成这样，还真是没白花钱。他牵着秦若霜的手从暗处走了出来。秦若霜道：你们都饿了吧？有个晚膳再回去。父王，让七弟陪着他们一起回去，孩儿在暗中保护他们。大哥哥，你们都不用去，我和姐姐们回去就行，我会保护好他们的。别闹，你才3岁，你连自己都还保护不好，如何保护你的姐姐们？大哥哥，你别小看我哟，虽然我还没有内力，但是我有智慧呀。那好，那你就自己回去，现在赶紧去吃饭，都快饿扁了。还真是啊，看戏都看饿了。吃完饭，白阡陌在王爷一家的目送下，和3个姐姐离开王府，往将军府走去。叶慕林和叶慕南等4姐妹走远后，才悄悄地跟上，暗中保护他们的安全。你来干什么？白老夫人，这里是我的家啊，我不能回来吗？还有喂，这可了不得了，我的父亲不在，老夫人就不让我回家了。还真是山中无老虎，好嘴称霸王，这个家到底谁才是一家之主呀？你老夫人气得差点脑梗。白阡陌继续打击白老夫人。嗨，祖父走得早，他要是知道你这么迫害他的亲孙女儿，不知道会不会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把你带走。这里可是将军府，当将军的可是我的父亲，不是你白老夫人。父亲不在，也应该是母亲当家做主，顶着个老夫人的名头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啦？你个小贱蹄子！大胆，辱骂当朝郡主，你该当何罪？他要气死了。如今这小贱蹄子被皇上封为郡主，他还真就打不得骂不得。他的义父是摄政王，皇上的亲弟弟，万一皇上真问罪，他这把老骨头还真扛不住。白老夫人眼里闪过一丝阴狠，哼，没关系，只要自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，就不会被问罪。她主动让到一旁，让4姐妹进府，心里算计着如何弄死这个小贱蹄子。4姐妹进府后，白阡陌带着3个姐姐直接去了聂文静的房间。看来这老太婆还想害八妹，一点也不想安生。走，咱们去看看八妹她会如何应对。她应对不了，咱们再出手，然后好好教训教训这老太婆。叶慕林点头，两人运起轻功，飞掠到聂文静的屋顶，揭开一片瓦片，往房间里看去。下一秒，兄弟俩满头问号。八妹这是要干嘛？只见白阡陌正指挥着聂文静用旧床单裁剪缝补，3个姐姐则找来一些不穿的衣服。母亲，这个随便缝一下，只要不裂开就行。好，墨儿，你要缝这个干什么？关门口啊。白老夫人现在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我动手，最不容易让人发现的就是惊吓。我猜想啊，等会儿他会派人来吓我，不把我吓死，也得把我吓得大病一场。与其等他派人来吓我，我先把他派来的人吓个半死。哦，所以你让我缝个人形，可要如何吓呢？母亲，你很快就知道了。等聂文静把床单缝成一个人的形状，白阡陌让3个姐姐把旧衣服都塞进里面，然后找来一套聂文静的衣服穿上，再给假人穿上了一双聂文静的鞋子。白阡陌笑着说：嘿嘿，完美。母亲，有白绫吗？咱们把假人吊起来。有，我给你拿。聂文静找出几尺白绫交给白阡陌，
白切墨把假人拴好，抬头看了一眼房梁。糟糕，房梁太高了，就算是我自己爬到桌子上也够不着拴啊。母亲爬到桌子上勉强能够着，可不能让母亲上呀，万一不小心摔下来怎么办啊？屋顶上的叶幕林很想下来帮白切墨，却被叶幕南拉住。哎，别去，让他自己想办法，别小看了八妹。草率了，早知道让七哥跟来就好了，那种事情七哥去办正合适。哎呀，草率了，草率了。二弟，你保护他们，我去把七弟领来。墨儿，什么事你七哥去办最合适？当然是吓那个小厮呀。母亲，女儿知道那个小厮每天卯时就要去蹲茅房，他不是想扮鬼吓我们，我先吓死他得了。明白了，八妹是想让七弟扮鬼下手门小厮。小厮卯时起来蹲茅房，女孩子的确不方便出面。这种事情不用七弟出面，大哥二哥也行。敢扮鬼企图吓唬他们的八妹，他们偶尔扮一次鬼帮八妹报仇也无妨。八妹，我是大哥，开门。大哥二哥，你们怎么来啦？走，进屋说。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。其实我和大哥一直都在暗中跟着你，你还太小，父王担心你遇到危险，便让我和大哥暗中保护你。我可以保护好自己的，只是我想教训那个看门狗，有点不太方便。嘿嘿，所以我和大哥就出来了。多谢大哥二哥。八妹，你现在就上床休息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和你二哥。卯时起来看好戏，不早点休息，明天早上就要错过好戏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睡觉。母亲，姐姐们，咱们睡觉去吧，明天早上起来看戏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出去了，这个假人我带走。大哥二哥，明天见。一炷香的时间不到，房间外传来微弱的脚步声。房顶上的叶幕林兄弟看得最清楚，一个黑衣人戴着一个恐怖的鬼面具，正往门口靠近。兄弟俩屏住呼吸，准备看黑衣人见到假人上吊的反应。房间里，白千墨也同样屏住呼吸，两眼放光地盯着门口。黑衣蒙面人轻轻推了推门，见门并没有关死，心里一喜，轻轻推开门，准备进去。门刚推开，一双绣花鞋就出现在他的眼前。顺着绣花鞋往上看，差点没把他吓得直接去见他的太姥姥。救命啊！黑衣人惨叫一声，一个屁墩摔在地上，连滚带爬地跑向白老夫人的房间。白千墨听出来了，是守门小厮的声音。我去你姥姥的皮鸭蛋，一个看门狗而已，居然敢扮鬼吓主人，他丫的死定了！老夫人，夫人上吊死了。白老夫人一听，先是一怔，随后心里一阵窃喜，急忙打开房门，想要问清楚是怎么回事。然而下一秒，一张恐怖的鬼脸出现在门口。白老夫人被守门小厮吓得眼珠子一翻，直接昏了过去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小厮终于把白老夫人弄醒。你是真的上吊自杀啦？真的，小的亲眼所见，绝对没看错。你赶快回去，天亮后老身亲自去确认一下。现在不许声张。是。另一边，哎，要是七哥跟来，那可就有好戏看了。该死的看门狗，得想办法给他点永生难忘的教训，然后让他滚出将军府。今晚我们四姐妹和母亲挤在一张床上睡，姐姐们都往里面挤一挤，让母亲也躺下来呀。四姐妹同时往里面挤，硬生生空出来一点位置。聂文静笑着给四姐妹盖上被子，自己也躺在最外面，半边身子悬空。哇，好舒服啊！就是快要被挤成奥利奥夹心饼干了。
我也觉得好幸福。母亲，对不起，以前是女儿错了，以后女儿一定会好好的孝顺您。见大姐姐向母亲道歉，白千雪和白千灵也跟着道歉。这一刻的聂文静心里更加坚定，只有自己坚强起来，女儿才会向她靠拢。以后她绝不会再委曲求全。这一夜，聂文静几乎没睡，每隔一会儿她就会起来给女儿们盖被子。叶慕林和叶慕南则在屋顶上练了一晚上的内力，还好他们穿得够多，再加上练功，才没被冻成狗。卯时将至，叶慕林和叶慕南先后睁开眼睛，睫毛上还挂着细密的水雾。屋里的白阡陌也睁开了眼睛，把三个姐姐叫醒，让他们起床看戏。冬季昼短夜长，卯时的天还不亮。卯时一到，守门小厮就捂着屁股往茅房跑。守门小厮刚进入茅房，脱了裤子蹲下，一双绣花鞋就漂浮在他的眼前。再往上看，正是昨天在聂氏房间里看到的那套衣裙。鬼啊！救命！守门小厮吓得把来到肛门口的屎都硬生生的憋了回去，起身忘了提裤子，拔腿就要往外跑。扑通一声，他被自己的裤子绊住，在茅房里摔了个狗啃屎，膝盖骨发出了咔嚓一声脆响。救命啊！有鬼啊！起身来到门口的白老夫人一听到有鬼，准备开门的手又缩了回去。那可是鬼啊，他敢出来吗？夫人，您饶了小人吧，小人没对您做过什么坏事啊，都是老夫人指使的，您去找他吧，就把小人当个屁给放了。这个窝囊废，留他不得。看门狗，你的屎拉了吗？他是真的没拉，他的屎也被吓得不敢出来了。小厮艰难地爬到白老夫人门口，有气无力地抬手敲门。老夫人，你救救小人啊！小人的腿断了。白老夫人见天已经亮了，鬼应该离开了，这才敢打开房门。滚开！你已经废了。将军府不养闲人，今日之内就给老身滚出将军府。活该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老夫人，您不能这么对我呀！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，您怎么可以卸磨杀驴啊？老夫人，我只是腿受伤了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，以后还能为您卖命啊！老身不需要一个废人替老身卖命，你给老身赶快滚，否则你就等着被打出去。老夫人，您真要如此绝情？是又如何？快滚！好，我走，你别后悔。老身有何可后悔？叶氏他不是上吊死了吗？怎么还走出来了？你是人是鬼？你不用害怕，我不是鬼，也不是诈尸，我活得好好的。小人昨晚和今天早上看到的不是您。哦，你昨晚在哪儿看到我了？我昨晚很早就睡了呀。今天早上也是刚出来，你不会是看错了吧？还是坏事做多了，见鬼了？还真是见鬼了，那鬼还穿着您的衣服和绣花鞋。怎么样，给老夫人卖命，最后落得如此下场，你甘心吗？你现在应该连治疗腿伤的银子都没有吧？你觉得自己活该吗？夫人，小人知错了，小人知错了，求您救救小人，小人以后只听您一个人的话，您让小人往东，小人绝不往西，求您救救小人啊！哼，你是挺可怜的，但你也知道我在将军府的地位，你觉得我有那个能耐救你吗？来人，把他给老身赶出将军府。夫人，求您救救小人，小人真的知错了，以后定当痛改前非啊！夫人，
等一下，把人赶出去之前，至少也得结算一下工钱，否则他要是出去败坏了将军府的名声，可如何是好？聂氏，府里的事何时轮到你指手画脚了？老夫人，儿媳可是郡洪八抬大轿抬进门的将军夫人，府里的事儿媳不能管吗？老夫人，儿媳要是不管，这人出了将军府绝对会败坏将军府的名声，到时候郡洪回来，您如何向他解释呢？既然老夫人舍不得从账房里拿银子结算他的工钱，为了将军府的名声，儿媳只能忍痛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把他的工钱结算了，总不能因为这点小钱坏了将军府的名声吧？要你多管闲事！哼，小厮的工钱才3两银子，说的你好像牺牲有多大似的。聂文静掏出3两银子递给小厮，拿去治疗一下你的腿吧，我救不了你，只能帮你这么多。多谢夫人，小人一辈子不忘夫人的大恩大德。你快去收拾东西走吧，否则被人扔出去可就不好看了。多谢夫人。哇哦，他也太能憋了吧！四妹妹，她太能憋什么呀？憋大便啊，从卯时就憋到现在了。八妹啊，你的关注点是不是太偏了？看着小厮爬出了将军府大门，白老夫人狠狠地瞪了聂文静一眼，看向白芊芊3姐妹：你们3个死丫头，还不跟老身回房？白老夫人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想把本郡主的3个姐姐带回房间教训一顿，那也得先问问我这个五福郡主答不答应。别以为皇上封你为郡主，你就可以目中无人。管家，把这个小贱蹄子给老身抓起来，关进柴房。我看谁敢对皇上亲封的郡主动手，你有几个脑袋给我黄伯伯砍的？蠢货，快动手！只要不把消息传出去，谁知道他在将军府？还有这3个死丫头，把他们一起关进柴房。管家向白阡陌冲了过来，白阡陌小手一挥，小身体灵活一闪，躲开了管家抓过来的手。可惜力气太小，他的攻击对管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，但也让管家感觉到了疼痛。白老夫人看向处在一旁看热闹的2个家丁，还杵在这干嘛？还不快去把他们都给老身抓起来！大哥二哥，白老夫人放狗咬人了，你们快出来打狗啊！来了。兄弟俩立马出现在白阡陌身边，一脸嘲讽地看向白老夫人。小祖宗，你2个哥哥在，为何不早说呀？蒲管家，不知道你的下场会不会和守门的小厮一个样？啊，不对，可能会更惨，因为我没银子给你结算工钱了。袭击五福郡主，还被他的2个义兄看到，白老夫人也保不住你了。哼，就算你们是王府的公子，也不能随便闯进别人的家吧？你们这是私闯民宅。哼，私闯民宅？笑话！我们兄弟可是将军夫人邀请来做客的，也是来保护我们家八妹的，怎么能是私闯民宅呢？还是说，堂堂将军府夫人，连邀请客人来做客的权利都没有？那这将军夫人嫁入你们白家，还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就是，依本公子看，这将军夫人的位置不要也罢，有何好稀罕的？哎，夫人，要不你带上你的女儿跟我们去王府吧，在王府呀，没人敢欺负你们母女。哎，夫人，明日你陪着八妹进宫去学习针法，顺便跟我们的黄伯伯好好聊聊你在将军府所受的委屈。聂氏，你不准去！白老夫人不敢指叶慕林和叶慕南，指着白阡陌大吼：你们仗势欺人！白老夫人，你这话说的我就不认同了。我们欺负谁了？从我回家开始，就是你一直在欺负我。
我是仗势了，但没办法，我还那么小，不仗势不得被你欺负死啊！我们这不叫仗势欺人，而叫仗势讨公道。你强词夺理，有吗？刚刚你不就让管家欺负我们4姐妹吗？我看强词夺理的是你吧。老夫人，您为何不让儿媳去呢？把儿媳赶出将军府，不正是您一直以来努力要做的事情吗？儿媳走了，不正合你的意？你不准进宫！离开将军府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你管得着吗？虽然我生的都是女儿，但没办法，我的女儿就是有出息。比起女儿是郡主，一个将军夫人的空名，真没什么可稀罕的。孩子们，走，咱们去收拾东西，这就去王府。聂氏，你要是敢出将军府大门一步，就永远别回来。他当然不会回来，说不定连白将军都不会回来了。你这话是何意？字面上的意思，本世子只是告诉白将军，他的妻儿都被赶出了将军府。你猜，你的白将军还会回来吗？没天理呀！老身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？儿子出征远赴边疆，儿媳妇就不管我这个婆婆了。哎呀，大家快来看看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啊！她还要带着老身的4个孙女出去找野男人，大家快来评评理呀！可怜老身的儿子为了国家安定远赴边疆，怎么就摊上这么个不要脸的媳妇儿啊？这老太婆也太能胡扯了吧！哟，我还真没想到，将军夫人看上去可是个十足的老好人，却这么狠毒心，还要带着女儿去私会野男人。呸！真不要脸！就是，白将军可是大英雄，这种不要脸的女人根本配不上白将军，就应该抓她去进猪笼。我看不像啊，将军夫人啊，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我们作为邻居啊，都没听到过将军夫人的声音，只是经常听到白老夫人怒吼。没错，我见过将军夫人，文文静静的，根本就不像那种不要脸的女人。颠倒黑白是吧？哼，这个我擅长。来呀，就看观众更相信谁了。母亲，您坐下，女儿给您化个妆。都火烧眉毛了，还化什么妆啊？不应该先出去解释清楚吗？母亲，您现在出去可解释不清楚，大部分人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，您越解释，别人越相信老夫人。女儿先给您化妆，等会儿您这样。白阡陌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，越说聂文静眼睛就越亮，甚至开始怀疑白阡陌是不是被仙女附身了。3岁的孩子能想得这么周全吗？白阡陌开始给聂文静化妆，虽然聂文静的胭脂水粉很是单调，画不出想要的效果，但没关系，自己的空间里有的是化妆品，只是不能让人发现。于是他开口支开自己的3个姐姐。大姐姐，你带2姐和3姐去弄点泥土回来，别让人发现了。好。白阡陌带着白千雪和白千灵悄悄出了房间。母亲，您闭上眼睛，女儿要给您画眼睛周围了。聂文静闭上双眼，白阡陌立马从空间里取出一盒眼影，以最快的速度将聂文静的脸上画成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，连手上都没放过。刚画好把眼影盒送进空间，白芊芊3姐妹就带着泥土回来了。白阡陌用泥土将聂文静的衣服弄脏，看上去就像刚挨了一顿毒打。大功告成，母亲给您包袱，开始您的表演吧。在白芊芊和白千雪的搀扶下，开始一瘸一拐地走出房间。怎么回事啊？没听到动静，谁打的？
聂文静再次酝酿情绪，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，把白千墨看得目瞪口呆。没想到母亲说流泪就流泪，比电视里的演员演的还要逼真。哇，影帝附身啦！老夫人，我知道这么多年您都看我不顺眼，想把我弄死，好让俊宏许下给您生孙子。俊宏一出门，您就对我处处针对，大打出手。我怕了您了，我成全您，我这就走。您说我不孝顺您，我对您百依百顺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您还要我怎么样？您把我打成这样，我对您动一根手指头了吗？您要我死，可以，我死在外面去，免得连累您老人家，坏了您老人家的名声。您一心只想要孙子，反正孙女在你眼里也只是赔钱货，我死了，你也不会善待我的女儿，我只能带着我的4个女儿死在外面。我给您老人家腾地方，好让俊宏续弦。你胡说，你血口喷人，老身何时对你动手了？老夫人，难道我身上的伤是我自己打的吗？我又没犯贱，为何要自己打自己？你这么多人看着，你少在这颠倒黑白。你问问他们，我何时对你动过手？老夫人，他们都是您的人，当然向着您说话。他们要是不敢顺着您，还能就在将军府当差吗？他们是王府的世子和二公子，他们也看着他，老身何时对你动手了？白老夫人，您这记性还真是让人不敢恭维啊。刚才要不是本世子和二弟赶到，将军夫人现在恐怕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吧。哎呀，白老夫人，本公子是真没有想到，夫人可是你的儿媳，为你生了4个孙女儿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多大仇恨啊！你下手真的狠。你们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？老身根本就没有动过手。这不都是跟你学的吗？我就说嘛，将军夫人看着文文静静的，怎么可能是那种不要脸的女人？就是呀，这么柔弱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情？这老太婆太可恶了，害得我都以为将军夫人是那种女人，没想到真正的恶人是她。白老夫人又气又急，这下有嘴也解释不清楚了。她干脆眼珠子一翻，假装昏了过去。老夫人，你可不能有事啊！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俊宏回来，他如何承受得住啊？快去请大夫！母亲，您别担心，女儿这几天都跟着宫里的孙太医学针灸，老夫人只是晕了，用您的发簪扎一下她的人中穴，出点血就能醒过来。白老夫人一听白千墨说要用发簪扎她，心里把白千墨骂了千百遍，可就是固执的装晕，不愿意把眼睛睁开。墨儿，要扎多深才有用啊？人中穴在哪儿啊？白千墨指了指鼻子下面的人中穴。这儿呢，母亲，您得使点劲儿，扎轻了不起作用，得正重了扎。白老夫人眼皮稍微睁开那么一丢丢，看到眼前并不尖的发簪，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。这要是扎下去，得用多大的劲儿才能出血呀？疼都得疼死吧！就在聂文静准备扎下去的时候，内心无比恐惧的白老夫人睁开了眼睛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老身这是怎么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装？那就看看你能装多久。呀，
老夫人，你终于醒了，你身体一直很硬朗呀，怎么就突然晕了？幸好我这几天都跟着孙太医学针灸，我给你检查一下，要是有病得趁早治。你个3岁的孩子懂医术吗？老身的身体好得很，用不着你操心。老夫人，你瞧不起谁呢？我的师傅可是鼎鼎有名的骆大夫，宫里太医院的院手也算是我的半个师傅。就算我的医术不如他们，起码我也跟着他们学了几天，检查身体完全不成问题。还是说你怕我拆穿你刚才装晕的诡计？你少胡说八道，谁装昏了？我就没见过谁晕了眼珠子还能转的。什么？老夫人，您不是真晕，您这是为何？我和孩子们死在外面，才不会连累您啊！老身谢谢你能这么想，但你能不能不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？就是装嘛，老身还没怕过谁。哎呀，聂氏啊，就算你心里有了别人，你与俊宏成亲都有4个女儿了，看在孩子们的份上，你也不能抛夫弃女呀。你故意把自己弄得一身伤，故意引导邻居们误会是我老太婆对你动手，你也不想想，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啊？你不能离开将军府啊！你走了，孩子们可就没娘了，他们多可怜呐！老夫人，您轻点行吗？掐我伤口上了。白老夫人，你快放手吧！你没看到你儿媳妇都被你掐哭了吗？就是，人家将军夫人刚才可是要带着4个女儿走的，怎么就抛夫弃女了？你不把人家逼成这样，夫人会狠心带着女儿给你腾地方吗？就是，大家注意看啊，老夫人的手掐得那么紧，搞不好啊就是暗中威胁将军夫人。白老夫人愣住了，赶紧把手松开，合着这演了半天，还不如人家几滴眼泪更具有说服力。演也演不过，解释也解释不清楚，白老夫人干脆耍横。你们凭什么认为就是老身打了他呀？你们都亲眼看见了吗？啊，没亲眼看见就闭上你们的臭嘴！几滴眼泪就把你们骗得团团转，你们的脑子都是摆设吗？几滴眼泪就把你们骗得团团转，你们的脑子都是摆设吗？不是你哭天喊地的叫我们来观看吗？眼见为实，你老人家懂不懂？白老夫人，我们是没有亲眼看见你打将军夫人，但王府的世子和二公子都看到了，他们还能说谎不成？再说了，你打将军夫人能让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看到吗？说的不错，村里的也很有道理。继续，滚！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哼，要不是你哭天喊地的叫我们来看，你以为我们愿意呀？谁闲得没事来看你打骂儿媳妇？就是，一大早鬼哭狼嚎叫个不停，把我们叫来，现在要赶人，把我们当成什么了？白老夫人了不起啊，真把自己当颗葱了。快走，以后啊，请我来看我都不来，什么玩意儿啊！围观的邻居们满脸鄙夷的纷纷散去，见人都走光了，聂文静眼泪一收，放开白老夫人，起身去捡回自己的包袱。你不是腿瘸了吗？这会儿又好了，你怎么不继续装啊？老夫人，儿媳这都是跟您学的，以后儿媳还得多跟您学学，您怎样对儿媳，儿媳就有样学样。夫人，你去换身衣服，咱们去王府小住几日，等会儿八妹要进宫去学习了。我就不去了，去了也是给王爷王妃添麻烦，木儿就拜托你们照顾了。木儿是我们的八妹，照顾她是应该的，你就放心吧。父王该下朝了，我们得把八妹送回去。去吧，路上小心。八妹，你怎么了？谁惹你了？没有人惹我，我就是奇怪，我都练了1个月了，
怎么还一点点内力都没有？八妹，我当初可是练了半年才练出一点点内力，你才练了多久？满打满算也才1个月，你不能着急呀。说的也是。七哥，咱们继续练功吧。白千墨和叶慕辰又练了2遍太极拳，才各自回房洗漱休息。洗漱过后的白千墨爬上床，韩熙坐在床上继续练功，眼观鼻，鼻观心。白千墨很快进入状态，1个时辰不到，他猛然睁开眼睛，他感觉到一点点内力了。再次仔细地感受了一下，没错，体内有那么一丝丝暖流了，真的是内力。我练出内力了，居然只用了1个月！哇哦，快去告诉七哥，刺激一下他。七哥，我练出内力了，我用了1个月就练出内力了。七哥，八妹，干嘛？你快出去，我穿好衣服你再进来。七哥，你这不是已经穿好了吗？八妹，你什么眼神啊？这是被子好吗？我真没穿衣服，你快出去，把门关上。好啦，不逗你了，快点穿衣服啊！真是的，我叫了这么半天，结果你还泡在水里。丫头，你真的练出内力了？师傅，是真的，徒儿感受到了，练出了一丢丢。好，太好了，比陈儿这臭小子快多了。哎呦，墨儿真是好样的，才短短1个月就练出了内力，不愧是本王的女儿。叶楚风瞪了叶慕辰一眼，以后出去别说你是本王的儿子，本王丢不起这人。孩儿做错什么了？我才是您的亲儿子呀。父王，八妹是用太极拳配合练内力，您要是以前就会太极拳，孩儿恐怕用不了1个月就练出内力了。你还怪为父了？你八妹的太极拳也不是为父教的，为父还是你八妹教会的呢。你要是有能耐，为何不像你八妹一样，在睡梦中就学会一套拳法呀？墨儿不愧是我的女儿，才1个月就练出了内力，这天赋随我。你们母女俩有血缘关系吗？八妹，恭喜你，明天六哥带你去逛街买礼物，庆祝你练出内力。我也要给八妹买礼物。哥哥，我不要礼物，你们陪我练功就好啦。短短1个月就练出内力，确实值得庆祝。明天就去买礼物，陪你练功，随时都可以。八妹，快回去睡觉，明日带你出去玩。晨儿，你看看你八妹，才3岁，用1个月就练出了内力，而你却用了半年，你得加强练功了，否则以后你如何保护她？师傅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回去练功。墨儿，晚上后你就一直在练功，肚子饿不饿？父王，我不饿，我也要去练功，再练1个时辰就睡觉。好吧，明天早上呀不用学认字了，和你的哥哥们出去玩，玩开心了再回来学习。哇，多谢父王，那我回去练功啦。王爷，墨儿丫头很自律，这孩子将来成就可不小，要是个男孩，绝对能挑起大任。哼，女孩一样能撑起半边天，何况她还是本王的女儿，本王的女儿能差吗？不过本王反倒不希望她太优秀，太优秀了以后长大了就会很辛苦，本王只要她开心快乐就行。没错，女孩子嘛，就应该宠着。她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但我们认了她，就跟亲生的没有什么区别。她有我们保护，有7个哥哥护着，只要不走歪道，她将来成就好或者不好，又有何关系？可老夫难得遇到一个天赋绝佳的弟子，就忍不住想把这一身的本事全都传授给他，想看看他能走多远，能飞多高。哎呀，
本王虽然舍不得她受苦，但也会不由自主的想要教她更多的东西。毕竟将来她也要嫁人，本王可不想看到她将来嫁入婆家受委屈。嫁什么嫁？墨儿才3岁，想那么远干嘛？何况墨儿也不一定要嫁出去。哼，对嘛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怎么可能舍得让她嫁出去？看来再过2年，等孩子们再大一点，就得点拨一下自家的臭小子了。就看墨儿丫头跟自家的哪个臭小子投缘了。既是女儿，又是将来的儿媳，想想都让人兴奋。骆老哥，咱们去小酌2杯如何？老夫正有此意，咱们也庆祝一下丫头练出内力。我去准备下酒菜。叶楚风和骆九婴对视一眼，同时开怀大笑。翌日，还在沉睡的白阡陌被叶慕辰的敲门声叫醒。八妹，你醒了吗？下大雪了。下雪了？哇，好漂亮，可以堆雪人打雪仗了。八妹，都下雪了，你就不知道多穿点儿，你不冷吗？不冷啊，下雪不冷，化雪才冷。七哥，咱们来堆个雪人吧。雪人儿是用雪堆成人形的意思吗？对啊，七哥，你不会没玩过吧？我只堆过雪狮，还没有堆过雪人呢。咱们现在就来试试。好啊，咱们各堆一个，看谁的雪人更漂亮。兄妹俩开始在门口堆起了雪人。白阡陌先弄了一个大的雪球，然后弄一个小的雪球堆上去。冰冷的雪把他的小手冻得通红，对着手心哈2口热气，搓搓手又继续。用2根树枝做雪人的手臂，小石头做眼睛，又跑去厨房拿了根胡萝卜做雪人的鼻子，还差围巾和帽子。白阡陌又跑进房间里拿来2块三角巾，一块包在雪人的头上，一块像红领巾一样系在雪人的脖子上。大功告成，七哥，我堆好了2个字还没说出口，就被叶慕辰堆的雪人震惊的愣在原地。虽然还没有完全弄好，但形状已经出来了，真就是个人的形状。叶慕辰还在雕刻雪人的脸，小脸上满是认真。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哟，七弟不错嘛，居然用雪雕刻出了八妹的模样，虽然不是很像，但已经不错了。这个挺可爱的。八妹，这是你弄的？七哥，这个是我堆的雪人啦。怎么还有根胡萝卜？那是雪人的鼻子。很可爱，也很有个性，比你七哥弄的那个还好看。四哥，你就不要为了安慰我睁着眼睛说瞎话了。真的很可爱，很有个性。我们谁都不会想到用胡萝卜做雪人的鼻子，用树枝做雪人的手臂啊。没错，我们还真没想到可以用胡萝卜做雪人的鼻子，而且你堆的雪人还带着三角巾，看上去就更可爱了。的确是八妹堆的雪人更有个性。走了，去用膳，等会儿咱们出去玩。八妹堆的雪人好特别呀，我太喜欢了。兄妹8人出了王府，往大街上走去。自从穿越到南燕国，白阡陌还是第一次逛街。等会回去我还要堆几个雪人，在王府大门口堆2个雪狮，背上驮着2个雪人。没问题，等回去咱们一起堆。八妹，你想要什么礼物？大哥给你买。谢谢大哥。兄妹8人一路闲逛着往药材铺走去。在经过一家成衣铺时，四哥叶牧阳被成衣铺里一套红色的小衣裙吸引了眼球。大哥，那套红色的小衣裙很适合咱们家八妹，太漂亮了。确实漂亮，进去看看。白阡陌看到那套衣裙后，心里也很欢喜，但他的脑海里却浮现出许许多多现代的童装，尤其是小女孩的小裙子。要是我能画出来现代那些小裙子的设计图，找人做出来，不知道生意会不会好？
等回去尝试一下。兄妹8人进入成衣铺。掌柜的，这套衣裙能拿下来看看吗？哎，当然没问题，小的这就给你们拿啊。几位公子呀，真是好眼光，这套衣裙呀可是云锦布料，小店仅此一套。只可惜呀，布料不够，否则也不会做成孩童的衣裙。八小姐穿的话，还稍微有点大。大一点点没关系，我家八妹正在长身体，过了年穿就合适了。掌柜的，这套衣裙多少银子？哎呀，小世子，不瞒您说呀，这套衣裙卖给别人，小的最少也要100两银子，但今日小世子来光顾，成本价80两银子。80两卖给我们的确是成本价，那就包起来吧。多谢掌柜。100两银子，这套衣裙我要了。这位公子啊，这套衣裙已经卖了，要不您重新挑一套吧？他们不是还没付银子吗？我出价100两，价格比他们给的高，你就应该优先卖给我。那不行，小店做生意啊是讲究诚信的，而且啊也是我自愿80两卖给他们的，不可能因为你给的价格更高就卖给你啊。那你再给我拿一套一模一样的出来。抱歉啊，这套衣裙小店仅此一套。啊，只有一套啊？大哥哥，快付银子！叶牧阳速度比叶幕林更快，掏出一沓银票，数了80两，递给掌柜的。白千墨挑眉，这套衣裙现在是我的了，你想要的话可以跟我谈价格哦。还可以这样？八妹呀，这套衣裙可是四哥送给你的礼物，你缺钱的话四哥给你，别把衣裙转手卖了呀。八妹啊，你当着掌柜的面转手卖他按成本价给你的衣裙，不太合适吧？那你要多少银子啊？帅哥哥，这套衣裙我也很喜欢，非常喜欢，在我心里它值500两银子。你是在开口啊？我顶多给你100两，你80两买的，100两你还赚了20两呢。你看我像是缺20两银子的人吗？100两就别跟我谈了，这是我四哥送给我的礼物，礼物有价爱无价，你懂不懂？500两我都还不舍得卖呢。大哥哥，这衣裙你到底要不要？不要我们可要走啦。哎，别走！哎呀，拜托你100两把这套衣裙让给我妹妹可以吗？她生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，我只想把这套衣裙送给她，让她开心。你拿这么多银子给她买衣裙，干嘛不拿这个银子给她看病啊？我们来京城就是为了给妹妹看病，可看了很多大夫都说无能为力，我妹妹每天都很痛苦，有时候全身发烫，人都烧迷糊了。我为了让她开心，才想着给她买一套漂亮的衣裙。白千墨看了一眼脸色苍白的小女孩，依然坚定地摇头。不行，虽然我也很同情她，但是哥哥送的礼物不可以转让，不过我可以给她看看。白千墨说完，伸出小手拉住小女孩，手指搭上她的脉搏。刚摸到小女孩的手腕，白千墨就感觉到小女孩的体温有些偏高。外地公子哥一脸狐疑地看着白千墨。这小丫头还懂医术啊？你才多大呀？看上去还没有我的妹妹大，不会是江湖神棍吧？小姐姐，你是否感觉口干舌燥？小女孩鬼使神差的点头。是否大便燥结、小便短赤、可喜冷饮？是，你说的这些症状都对。你是如何知道的？你真的懂医？懂一点。小姐姐，伸出舌头来给我看看。小女孩听话地伸出舌头，舌降苔焦干，脉象虚数。白千墨眉头紧蹙，他初步怀疑小女孩得的是败血症，也就是中医说的脓毒血症，而她的症状属于脓毒血症中的热毒伤阴，有点棘手啊。小姐姐，你别害怕哦，我的师傅可是很厉害的大夫，他一定能治好你的，
只是什么？只是你们银子带够了吗？可能要花很多银子哦。啊，太够了，太够了！我们这次出来啊，带了不少银票，就是为了给我妹妹治病的。那就好，那你们跟我走吧，我带你妹妹去找我师傅。八妹，不去逛药材铺了吗？七哥，人命重要还是逛街重要啊？逛街哪天都可以逛嘛。赚钱可不是随时都有机会的，嘿嘿，对我来说，赚钱最重要。先回去吧，去找骆大夫，看看他有没有办法治疗这个小姑娘。兄台，你说的骆大夫可是骆九婴骆前辈？正是。妹妹有救了，我们终于找到骆大夫了，太好了。你们就是来找我师傅的？对，我们就是打听到骆大夫医术高明，或许能治好我妹妹，才千里迢迢赶来的。害怕我妹妹撑不住，我们还带了个随行大夫。哦，难怪那个小姑娘的病情能控制住，看来那个随行大夫还是有点水平的，否则的话，小姑娘没被烧死，也烧傻了。走吧，咱们回家，先带他们去找骆大夫。多谢几位公子，多谢小小姐。不过呀，我们想先回客栈叫上我们的爹娘。不必客气，你们叫上你们爹娘，直接去摄政王府即可。师傅，我回来啦，来生意喽。来生意了？什么生意？老夫做什么生意了？丫头，为师在这儿，来什么生意了？师傅，徒儿刚才出去遇到了一个病人，徒儿怀疑是脓毒血症中的热毒伤阴，他们带了好多银票，您可以赚钱啦。赚钱？骆九婴眨了眨眼睛，秒懂，宝贝小徒弟缺钱了。病人在哪儿？等会儿就来。师傅，热毒伤阴要如何治疗？丫头，你是如何得知病人是热毒伤阴？师傅，徒儿只是猜测，并没有确定是热毒伤阴，徒儿是根据病人的症状推测的。为师还没教呢，你就能根据病人的症状推测病人的病症？是孙太医教你的吗？混蛋玩意儿，要露馅儿了，把锅甩给谁合适呢？脑子里把所有认识的人快速过滤一遍，嘻嘻一笑。嘿，师傅，昨晚我又梦到张三丰老前辈了，是他老人家告诉我的。好吧，这个张三丰还真是无所不能啊，怎么就不来老夫的梦里与老夫探讨一番呢？丫头，你跟为师进来。骆九婴说着，伸手去牵住白阡陌的小手，拉着他进入书房，打开书桌抽屉。骆九婴从抽屉里取出几张银票，递给白阡陌。丫头，身上没银子就跟为师说，为师给你拿。师傅，我不要您的银票，徒儿要自己赚钱，孝敬您和父王母妃。丫头，热毒伤阴不容易治愈，但为师说的这种方法是最有效的，只是治疗时间会比较长。师傅，那等会儿病人来了，您先确认一下是否是热毒伤阴，然后交给徒儿治疗，可以吗？您在一旁看着。当然可以，这次也是学习的好机会。在门口等了没多大一会儿，外地公子哥就带着他的妹妹和父母赶来了。只一眼，骆九婴就看出了小姑娘的不对劲儿。师傅，就是那个小姐姐生病啦。为师知道，一看她的气色就很差。丫头，这病症的确是脓毒血症中的热毒伤阴，治疗方法为师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为师先给她扎一次针，你先学习一下，然后去给她抓药。好的，徒
徒儿知道了。小姐姐别担心哦，我师傅会治好你的。骆大夫，小女就拜托您了。是你们运气好，遇到了老夫的小徒弟。银票带了吗？啊，带了。请问骆大夫，需要多少银两？陆九英一愣，低头看向白阡陌。他不缺钱，缺钱的是小徒弟，不知道丫头要开价多少。白阡陌歪着小脑袋想了想，伸出小巴掌8两银子。你不是缺钱吗？怎么才开500两？算了，小徒弟开心就好。听你们的口音是从外地来的，敢问阁下贵姓？骆大夫，我们的确是外地人，来自提谷城，鄙人免贵，复姓司徒。屁股城，好奇怪的地名哦。妹妹，我家在提谷城，不是屁股城哦。是屁股城，不是屁股城，这不都一样吗？大户人家呀，提谷城首富。丫头，你开价太低了，你就是开价5000两，对提谷城的司徒家来说，也只是9牛1毛啊。骆九英替白阡陌惋惜，这么好的赚钱机会，居然只赚了那么点儿。然而白阡陌其实早就看出来，这家人是有钱人家。他故意只开价500两，是因为这家人很有礼貌，品行端正。结识这样的人家，说不定以后还有生意合作的可能。爹娘，妹妹又发病了，快进屋。进入房间，骆九英让公子哥把小姑娘放在床上，他转身拎来药箱，取出银针，开始给小姑娘施针。一边施针一边给白阡陌和叶慕辰讲解，一丝内力顺着银针缓缓渡入小女孩体内，刺激她的穴道。叶慕辰听得昏昏欲睡，白阡陌却截然相反，听得极其认真，双眼放光。有了内力的辅助，小姑娘的体温没过多久就开始下降。白阡陌兴奋不已，不愧是师傅，医术是真的高明。多谢骆大夫，以后若有用得着我司徒家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刀山火海，绝不退缩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司徒周，我妹妹叫司徒敏。小妹妹，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。不必客气，敷枕巾就行。大哥哥，你们家是做什么生意的？我家主要是做粮食生意，其他也涉及一些小生意，比如茶叶、布匹、客栈等。哇哦，听起来好有钱啊！丫头，你和陈二去抓药。好的，师傅。我去，这点小事交给晚辈就行。司徒周一把夺过药方，说完就往外走。白阡陌伸出去的小手只得缩回，干脆去给司徒敏倒点温水。倒了小半杯温水，白阡陌悄悄从空间里取出小儿用的口服抗生素，选择合适剂量放进温水中，端给司徒敏服下。反正熬药还需要一段时间，只要服药时间间隔距离在1炷香的时间以上，就不会影响药效。骆大夫，客房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带他们去客房吧。是。次日醒来，天空依旧飘着小雪。用过早餐后，白阡陌给司徒敏服用了加入抗生素的温水后，交代司徒敏的母亲半个时辰后再服用中药，便回了房间。他拿着自己画好的设计图纸，一脸兴奋地去找秦若霜。母妃，墨儿，出什么事了？怎么跑得这么急呀？嘿嘿，母妃，我没出什么事儿，您看看这个。秦若霜接过图纸，瞬间被纸上的衣裙吸引了眼球，又翻开了另外2张，他一脸惊讶地问：哎呦，墨儿，这是你画的？呐，母妃，是我昨天晚上画出来的，您看要是做成衣能卖出去吗？这么漂亮的衣裙肯定能卖出去。墨儿，你是如何画出来的？太漂亮了。
昨天四哥给我买了一套衣裙，我很喜欢，就模仿那一套，想象着款式尝试画了一下，结果就画出来啦。天哪，没想到我的女儿还有这样的天赋。木儿，走，去找你父王。秦若霜说完，直接弯腰抱起白阡陌，大步往叶楚风的书房走去。风哥，你快看看这个，我们的女儿画的。叶楚风看了眼图纸，眼睛瞬间亮了。这样的衣裙啊，墨儿穿上肯定很漂亮。双儿，咱们现在就去找人做，多给墨儿做几套。风哥，给墨儿多做几套没问题，不过墨儿似乎有别的想法。有何想法？父王，其实墨儿是想开一家女装成衣铺，成人和孩童的一起卖，就是不知道生意会不会好。叶楚风一愣，随后一脸宠溺的道：这想法不错，不管生意好不好，只要墨儿敢想，父王就支持你。跟父王说说你的想法。白阡陌点头，毫无保留的将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。开，这成衣铺绝对要开。我现在啊，就去找手艺精湛的裁缝。嘿，父王母妃，墨儿还有个更大胆的想法。还有想法？闺女儿，你先让我们缓缓吧。墨儿，你还有何想法呀？父王，这个想法得看看成衣铺的生意才能决定。若成衣铺的生意好，咱们可以找更多的人批量制作，然后寻找合适的人合作开分店。比如今天来治病的司徒家，他们家就很有实力，咱们可以给他们提供衣服，让他们在别的地方零售，赚取差价。叶楚风和秦若霜彻底石化了，就这做生意的头脑，也不像白俊宏和聂文静能生出来的怪胎啊。墨儿，这是谁教你的？张三丰啊，教我太极拳的那个老人家在梦中教我的。又是张三丰，那个老人家到底有什么是他不会的呀？墨儿，开成衣铺需要的银子，就用你黄伯伯给你的赏赐如何？当然没问题。墨儿自己要开成衣铺，当然要用自己的银子。小傻瓜，用你自己的银子开的铺子，以后赚了钱就是你一个人的，谁都不能跟你抢，你的几个哥哥也不行。没错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要是亏了，我不给墨儿。有这样帮一女房亲儿子的吗？而且赚了是自己的，亏了父王补上，这不比亲生的还亲吗？父王，白阡陌眼睛湿润了。就算是亏了，你也不需要补给我，我赚钱就是为了孝顺你们。傻孩子，你才3岁，母妃只希望你能健康快乐的长大，等你长大了再孝顺我们。是啊，好孩子，有父王在，你不用那么懂事。有父王在，你不用那么懂事。这句话让白阡陌破防，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。前世的父母不可能对他说这样的话，这一世的父母同样没有说过。见白阡陌流泪，叶楚风夫妻俩慌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还哭了？父王，母妃，我没事，我只是太感动了。这样的话，连我的父母都不曾对我说过。好了，你自己去玩吧，我和你母妃啊去找裁缝。白阡陌点头，双眼通红，心里却比喝了蜜还甜。出了父王的书房，他便往自己的房间走去。叶楚风夫妻则拿着白阡陌画的设计图出了王府。八妹，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告诉大哥。八妹，告诉七哥，是谁把你弄哭了？七哥弄死他。是父王。父王是吧？我现在就去弄死。叶慕辰一顿怪叫起来。什么？父王？是啊，
我是被父王感动哭的。七哥，你要去弄？叶慕辰猛地捂住白千墨的嘴巴，做贼似的道：“八妹，我错了，你别声张啊，会被父王批了的。”放心啦，父王母妃都出去了，不会听到的。叶慕辰松了一口气，好险啊！七弟，勇气可嘉呀，还想弄死父王，胆儿挺肥呀。六哥，我哪儿敢呀？你借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呢。我那是听差了，一时没反应过来。嘿，七哥，我觉得你没听差，你刚才可是撸着袖子说父王是吧？我现在就去弄死他，我听得很清楚的哦。对，我也听得很清楚。等父王回来，我得提醒一下父王，让他提防七弟。五哥，你要是敢告诉父王，我就把你的糗事告诉八妹。我开玩笑的，你别当真啊。七哥，五哥有什么糗事，快告诉我，快，赶紧的。叶慕辰看着白千墨一脸的邪笑，再看看五哥那种杀人般的眼神，如同炸毛的猫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七哥，你跑不了的。你要是弄死父王这件事，要是不小心泄露到父王耳朵里，嘿嘿，你就等着屁股开花吧。哎呦，八妹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真的是一下子没反应过来。就我这小体格，这父王一巴掌都能把我扇出京城。饶你可以，不过你得去弄几只鸡回来。弄鸡回来干啥？吃烤鸡啊！那么旺的火盆，一边取暖一边吃烤鸡，那才叫快活似神仙。没问题，我这就去，多弄几只回来。我们也去。那我去准备调料，让你们尝尝白氏招牌烤鸡。一切准备就绪，7个哥哥也弄来了5只鸡，而且已经处理干净了。白千墨一双大眼睛不灵不灵的。七哥，你去厨房拿个盆，我来把鸡腌一下再烤。烤鸡还要先腌一下吗？对呀，不然不入味儿。八妹，这种事交给厨娘就行，我拿去厨房让厨娘腌好了再拿过来。大哥，你是不是怕我把你毒死啊？不是，你可是王府的8小姐，这种事情怎么能让你亲自动手？大哥，那你给我留一只，我自己腌，自己烤，自己动手烤的才有成就感。那好吧，七弟，去给八妹拿个小一点的盆。好嘞。叶慕辰拎了个木盆回来，白千墨把鸡放在木盆里，洗干净手，开始用准备好的调料腌制，还不停地用他的小手给鸡做全身按摩。等火盆里的木炭烧得完全没有烟了，他才将鸡穿在了竹棍上，拿个小凳子坐在火盆边，手里拿着竹棍的一头开始翻烤。7个哥哥也学着白千墨的样子，将厨娘腌好的鸡穿在竹棍上，开始烤了起来。兄妹8人一边烤鸡取暖，一边聊天，气氛温馨和谐。半个时辰后，烤鸡的香味儿开始散发出来。看着滋滋冒油的烤鸡，叶慕辰舔了舔嘴唇，馋猫似的问：“可以吃了吗？我都闻到香味儿了。”还不熟，得烤到外表金黄才行。好慢啊，能不能再放下去一点？这样应该就更快了。不行，那样的话，外表烤糊了，里面都还是生的，最起码得烤半个时辰。哦，八妹，你还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准备。这5只鸡咱们根本就吃不完，不能准备别的东西了，浪费可耻。七哥，你去看看父王母妃回来了没有？要是他们回来了，就叫他们一起来吃吧，还有师傅他老人家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八妹，咱们中午就吃烤鸡，不用午膳了吗？要不要让下人把午膳端来这里吃？这么多烤鸡应该够了吧？不够吃再说。也行。1刻钟后，叶慕辰带着叶楚风夫妻和骆九英来到白千墨的房间。一进门，秦若霜就皱起了眉头：“你们怎么在屋里烤鸡呀？烟熏火燎的，墨儿晚上怎么睡呀？”
莫非外面还下着雪，那么冷，前面烤火喝杯凉，在屋里比较暖和。现在还早，等下午散散味道就可以了。在屋里取暖烤鸡，是谁想出来的主意？父王，是孩儿的主意。可不能说是八妹，万一八妹被责骂，他们会心疼的。父王，是孩儿想出来的主意，不是哥哥们，是孩儿嘴馋啦。这主意不错，烤鸡闻着味道也很诱人。灵儿，去酒窖取一坛好酒来，这么香的烤鸡怎么能少了好酒呢？父王变脸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一听是兄弟几个的主意，就阴沉着脸。八妹一开口说是他的主意，立马变得无比温和。骆九婴微笑点头，没错，这么香的烤鸡可不能少了好酒。不过丫头还小，你们几个臭小子必须时刻注意，可不能出任何差错，要保护好丫头。骆大夫您就放心吧，我一直都注意着的。那就好，快去拿酒来。晨儿，怎么了？母妃，您坐的是孩儿的位置。什么叫坐了你的位置？这小凳子不是莫尔刚拎过来的吗？这个儿子怎么越来越不懂事了？见母妃脸色不对，叶慕辰急忙解释道：母妃，孩儿是要坐在八妹的身边，要保护八妹。你的意思是你老娘还不如你，没你保护莫尔不行？哎呀，母妃，孩儿不是那个意思，孩儿只是想和八妹坐在一起。你这个小滑头，想和妹妹坐一起，你直接说不就好了？还保护你妹妹，你能把你自己保护好就不错了。母妃，孩儿已经在努力练功了，以后能保护妹妹的。好，母妃相信你，以后你的八妹就由你保护了。你要是没能保护好她，母妃拿你试问。是，母妃，孩儿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烤鸡的香味儿越来越浓郁，滋滋冒油的外表已经开始呈金黄色，闻着味儿都让人沉醉，就连骆九婴都忍不住喉结滚动了一下。等烤鸡彻底烤熟，叶慕林一把夺过白千墨手里的烤鸡。八妹，大哥先尝尝。白千墨自然知道叶慕林只是想牺牲自己，先试试毒，而不知情的叶楚风夫妻和骆九婴冷飕飕的眼刀已经飞了过去，太不像话了，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可以抢妹妹的烤鸡呢？叶慕林无视三个长辈的眼刀，把白千墨弄得烤鸡撕下一小块塞进嘴里，闭着眼睛咀嚼了起来。下一秒他瞬间瞪大眼睛，会有毒吧？还是太咸了？我记得没放多少盐啊。大哥，我是失败了吗？有没有头晕想吐？还是太咸啦？八妹，实不相瞒，这是大哥吃过最好吃的烤鸡，外焦里嫩，唇齿留香，非常好吃，你快吃吧。真的吗？我瞎搞的，居然真的成功了。真的成功了，你尝尝看。等等，先看看你大哥没中毒，你再吃。王爷，烤鸡没毒，要是真有毒，老夫早就发现了。给丫头吃吧。灵儿，你真的没事？父王，孩儿真的没事儿。那墨儿可以吃了。这咋那么像哥哥们的后爹啊？感觉只有我一个人是亲生的。不管了，先尝尝再说。白千墨撕了一小块塞进嘴里，味道确实不错。没想到第一次做就能做出这样的味道，还蛮成功的。他鼓着小嘴，一边吹气一边撕下一只鸡腿递给骆九婴。哇，师傅您尝尝，这是徒儿自己腌制自己烤的，味道还不错哦。好，为师尝尝。居然第一个分给为师，为师没白疼你。本王才是你父王，你居然把第一只鸡腿给骆老头，这小棉袄怎么就漏风了？
就在叶楚风心里感叹小棉袄漏风的时候，另一只鸡腿塞到了他的面前。父王，这只鸡腿给您。师傅年纪大一些，木儿就先给师傅了。父王您别多想。母妃，鸡翅膀给您。秦若霜笑着点头，接过鸡翅膀咬了一口，还真不错，没想到木儿还有这手艺，以后母妃有口福了。白阡陌把自己亲手腌制、亲手烤出来的鸡都分给大伙尝尝。哇，人间美味，真好吃！本王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坑爹的儿子？不仅坑爹，还坑娘。刺激，嘴里又辣又麻，感觉说话都不利索了。这笔账先记下，等我再收拾你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八妹，这么辣的东西你怎么能吃得下去的？而且这东西你上哪儿弄来的？这是秘密，不能告诉你。八妹，等会儿你单独告诉我，我保证不告诉第二个人。那你把五哥的糗事告诉我。叶慕辰犹豫了几秒，突然感受到一道不善的目光盯着他，扭头看去，就看到五哥那威胁意味明显的眼神。叶慕谦挑眉，用口型无声地说了句：七弟，你的糗事更多。叶慕辰背后发凉，默默地转身坐好，撕下一块鸡肉，蘸了蘸辣椒调料，塞进嘴里，继续嘶喊。大冷天吃辣椒，越吃越过瘾，越吃越想吃。一家人和骆九婴一起把5只烤鸡吃了个精光，小半碗的辣椒蘸料也吃完了。这是今年吃的最开心的一顿午餐，丫头手艺不错。走，为师带你去给司徒家的小丫头治病去。今天有你施针，为师在旁边指点你。八妹，你父亲回来了，还有2位师兄也回来了。在哪儿？他们在哪儿？在回来的路上，还有差不多4、5里路就到京城了。咱们去城门口迎接白将军和2位师兄吧。好呀好呀，快走快走。大娘，小姐姐要过1个时辰才能喝药哦。好，大娘记住了，你快去见你的父亲和师兄吧。兄妹俩牵着小手，急匆匆的就往王府大门口冲去。晨儿，你要带妹妹出去，至少得带2名护卫，或者叫你大哥二哥陪着你们。你妹妹还那么小，万一被人抱走了，就你那3脚猫的功夫，能把妹妹抢回来吗？父王，孩儿知道了。说完拉着白阡陌转身去找大哥二哥。这么可爱的妹妹，要是真被人抱走了，那她上哪儿哭去？这臭小子什么时候能像灵儿一样稳重些？晨儿还不满8岁，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，等他再大些，自然就会变得稳重了。不，他都是当哥哥的人了。我有时候觉得墨儿反而比他更加稳重懂事，感觉晨儿才是最小的。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，可能是墨儿经历的磨难太多，把他逼得比一般的孩子更加稳重懂事。说到这个我就来气，就是他那个没人性的祖母给逼的。等白将军回来，我得好好提点提点他，别好好的一个家让那老太婆给搅散了。夫妻俩正聊着，叶慕辰叫上叶慕灵和叶慕南，带着白阡陌快步往大门口走来。秦若霜开口叮嘱：灵儿、南儿，今日城门口人多，要保护好弟弟妹妹。母妃，您就放心吧，孩儿和二弟会保护好七弟和八妹的。顺便请白将军来王府一趟，就说为父有事找他。是。兄妹4人出了王府，叶慕林抱起白阡陌，叶慕南牵着叶慕辰的手往城门口赶去。刚走出去没多远，就看到白芊芊3姐妹正一路小跑迎面跑来。大姐姐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四妹妹，我听说父亲回来了，就带着你2姐3姐一起来找你，我们一起去城门口迎接父亲。我也要去迎接父亲和我的2个师兄，一起走吧。
大姐姐，母亲这几天身体怎么样？母亲很好的，你不用担心。这几天老夫人也没有怎么找母亲的麻烦。我们3姐妹这几天一直跟母亲在一起，睡觉都睡一张床上呢。干得不错。老夫人是不是一天骂骂咧咧的要被气死了？对呀，外面到处都在传老夫人的流言，这几天她都不敢出门，整天在家里拿下人出气，她的丫鬟都被她骂哭好几回了。姐姐们，咱们只有保护好母亲，老夫人才不会逼父亲续弦，否则到时候继母进门就是咱们苦难的开始。7人来到城门口，城门口人山人海，白将军打了胜仗归来，乡亲们都出来迎接庆祝。叶慕林抱着白阡陌和叶慕南一起奋力护着叶慕辰和白芊芊3姐妹，没有人注意到人群中一个20岁左右的女人双眼恶毒地盯着4姐妹。奇怪，八妹怎么了？有个奇怪的女人一直盯着我，好奇怪啊，我也不认识她呀，那眼神好可怕。八妹，哪个女人啊？你指给二哥看看。就是那个穿紫色衣服东张西望的女人。我知道那个女人。那你大姐姐，她是谁啊？她是老夫人娘家那边的亲戚，具体和老夫人是何关系我就不清楚了。我看到过她去找老夫人，那个女人每次来，老夫人都会跟她出去，而且不让我们跟着。这个女人应该就是老夫人物色好，准备给父亲续弦的女人。哼，我去你姥姥的皮鸭蛋！有我在，你休想靠近我的父亲。约莫等了一盏茶的时间，一匹高大的黑色骏马首先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。黑色骏马背上的人正是白将军，一身银色盔甲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，后背笔直，威风凛凛。黑马身后是2匹棕红色的骏马，马背上是2个年轻男人，正是骆九婴的另外2个徒弟。八妹，穿黑衣服的是大师兄齐风华，穿白衣服的是2师兄霍思雨。父亲，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大师兄，二师兄，父亲。你就是师父刚收的小徒弟木儿，我的小师妹。对呀，我就是木儿小师妹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大师兄和二师兄长得还是蛮帅的。当然是师父写信告诉我和大师兄的，小师妹真可爱。这臭小子给你抱，我抱一下小师妹。大师兄不喜欢我了。大师兄，你好英俊啊！哎呀，小师妹就是比小师弟好，软萌软萌的，好可爱啊。